日本将在2025年迎来毁灭级的大地震和海啸，可能是日本的末日。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许多自称先知的人都指向了同一年份、同一地点，让人不得不好奇，2025年真的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吗？日本人对此又有什么反应呢？首先，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预言源头，在异口同声地警告2025年的日本大灾难。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不同背景的预言家和神秘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2025，好像这一年注定不平凡。提到预言2025日本大地震，就不能不介绍一位传奇的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别看他是画漫画的，他可是被粉丝称为预知梦漫画家，因为他的作品曾神准预言了多起大事件。早在1999年7月，龙树亮出版了一本非连载漫画，名字就叫《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漫画收录了他15个离奇的预知梦，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漫画封面上竟然写着大灾害2011年3月。没错，2011年3月发生的正是东日本大震灾311大地震。在事发12年前，他就透过梦境画出了这个日期，堪称神预测。因此事后这本漫画在日本引起轰动。更早之前，他还曾在1995年1月2日梦见一场大地震，结果仅仅15天后，现实中就发生了阪神大地震。种种巧合让人不得不佩服他梦境的命中率。如今年已经70岁的龙树亮再度成为焦点，因为他当年的漫画和后续记录的梦境中直接点出了2025年7月会有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这预知梦的场景简直像世界末日电影般壮观而恐怖。我们来还原一下他描述的梦中情景。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他注意到梦中人们都穿着短袖，所以判断是夏天，大约在7月5日的清晨或黄昏。他在不同时期2次梦到类似场景，根据梦中的手表时间，他母亲下班的时间以及后来出现的葬礼日期等线索，推测可能是在7月5日的4点18分或5点左右。梦中突然天崩地裂，大地震发生在日本、台湾与菲律宾所形成的三角形海域的中心位置。随着剧烈的海底爆炸轰然响起，海面开始疯狂翻涌。他抬头望去，只见东方太平洋方向出现了2条宛如巨龙般的云雾，呼啸着朝地震震央飞去。接着一幕更离奇的景象出现了，地震引发的能量竟然让海面隆起出一块新的大陆。这块新生的陆地巨大无比，仿佛一座桥梁，要把台湾、菲律宾和香港连接在一起。然而新大陆的诞生只是梦魇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地质变动。海底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滚烫的岩浆从裂缝中涌出，把海水煮得沸腾。下一秒，海水向四面八方崩裂开去，形成了高达100米的巨型海啸。巨浪以摧枯拉朽之势扑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首当其冲，沿海地区瞬间被吞没。巨浪过后，日本有1/3的国土沉入海中，消失不见。周围的台湾、菲律宾、香港等地也遭受重创，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都陷入一片水与火交织的末日景象。梦中的龙树亮目睹这场浩劫，甚至看到了自己至亲的命运。他梦见自己母亲和妹妹都没能逃过这场海啸，在灾难中不幸罹难，而他的葬礼将于7月15日举行。听到这里，你可能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根本就是一部超现实灾难大片的剧情。什么新大陆从海里升起，100米海啸吞噬国土，实在是太夸张，太震撼了。如果不是因为龙树亮过去的预知梦应验过多次，换谁都会觉得这只是天马行空的白日梦吧。然而事实是，他之前的15个预知梦里已经有10个应验，现在还有5个悬而未决。2025年大地震正是其中之一。难怪许多人既害怕又忍不住关注，万一他这次又说中了呢？毕竟一个曾精准预言311大地震的人，如今很严肃地告诉你，更大的灾难将在2025年夏天降临，这怎能不让人心惊？除了漫画家预言2025日本大劫难的，竟然还有一位神秘网友，他自称来自未来，大家称他为2062年未来人。这听起来很中二，但他的传奇事迹在日本网络上广为流传。早在2010年11月，一个匿名 ID 突然现身日本最大的论坛，自称他是从2062年穿越回来的未来人。一开始大家当他是开玩笑或搞怪，但这位未来人接连抛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信息。2010年底，他留下了一句话：快躲到山上去。
结果几个月后的2011年3月，日本就发生了毁灭性的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难道他是在提示要远离海岸，高处避难？后来有人翻出，他真的提前预告了311海啸。这还没完，2011年7月，他又冒出来说，2016年4月会有大事发生。结果到了2016年4月，日本熊本真的发生了强烈地震。更绝的是，他甚至精准指出我会在2016年4月15日回来。结果熊本地震主震就发生在4月14日深夜，接近4月15日，简直神乎其技。之后他说5月17日我会再现身，没想到5月16日茨城县又发生强震。这连串巧合让许多网友开始半信半疑，也许这家伙真有2把刷子。随着名气增大，网友开始向2062年未来人提各种问题，想套出更多未来资讯。他的回答虽然经常云山雾罩，但也透露了一些惊人的所谓未来事件。其中最令日本人关注的就是关于2025年的预言。当被问到未来的大事件时，2062未来人神秘地表示，2025年将发生一场影响世界的大事件，日本也会遭受波及。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什么事件，但结合他之前预言地震和海啸的前科，许多人猜测2025年的这个大事件极可能就是指超级地震或类似的大灾难。关于这位未来人的其他预测，还有一些听起来相当惊世骇俗，比如他曾暗示在他来的2062年，某些今日的强国已不存在，日本的版图反而扩大等等。这里卖个关子不细讲，因为实在太离题。总之，2062年未来人凭借几次灾难的命中率，让不少人对他的警告将信将疑。如果他的时间线没有错乱，那2025年日本遭遇重大灾祸的说法又多了一个看似可靠的支持者。尽管理性告诉我们网络预言要打折扣，但当不同来源都指向类似的年份和事件时，很难不让人心里发毛。除了个人梦境和未来穿越者，日本还有一些专门研究预知梦现象的作者和所谓未来学家，在他们的调查和著作中也不约而同提到了2025年的大地震可能性。近年来，日本出了好几本探讨预知梦的畅销书，作者们收集了许多日本民众声称梦见未来事件的案例。他们在分析这些梦境时，发现一个有趣又令人不安的趋势。相当多的梦境指向2020年代中期发生巨大地震，尤其集中在2025年前后。想象一下，当不同地区不相识的人们都在梦中见到类似的灾难场景，而且时间指向同一年，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巧合是不是很瘆人？有些研究者推测，人类或许有一种潜在的预感能力，会在大灾难前夕以梦境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科学上无法证实预知梦的真实性，但这些书里引用的故事可谓是半信半疑，宁可信其有。当然，也有人怀疑是因为龙树亮等知名预言传开后，大家产生心理暗示，于是更多人梦见2025有灾难，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趋势。无论原因是什么，至少在日本的预言圈子里，2025年等于大地震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而网络时代信息发酵，这些预言很快就传到了全世界。小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来自漫画家、神秘网友、作家、研究者等多方的信息，都指向2025年的日本将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特别是超级地震和海啸。预言的内容从单纯的大地震海啸一直升级到新大陆崛起、国土沉没这种末日级别，可谓越传越离谱，越传越吓人。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可怕的预言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还是纯属巧合的谣传？接下来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看看日本未来发生巨震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聊了这么多预言，我们也该踩一踩刹车，用理性来审视一下现实世界的数据和研究。毕竟再逼真的预知梦也比不上科学统计来的可靠，对吧？那从科学角度来说，日本在未来几年内发生超大地震的风险高吗？答案其实是相当高。即使撇开所有神秘预言不谈，我们也不得不严肃看待这个风险。首先，地质学家和地震专家早就警告过，日本存在一个南海海槽超级地震的威胁。南海海槽是位于日本西南沿海的一条大型海底断层带，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规模8以上的大地震。根据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未来30年内，在南海海槽发生规模9级超大地震的几率高达 70%。 注意， 70% 可不是个小概率，等于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看日本新闻，很可能就会碰上这档事。这个预测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
而是根据过去地震周期和当前板块应力累积程度计算出的结果。上一回类似的大地震发生在1940年代，日本当时在1944年和1946年接连发生东南海地震和南海地震，距今已经将近80年了。虽然80年对地质来说不算长，但按照历史周期，大约每100年至150年就会有一次超级地震。21世纪中叶前，日本再来一次特大地震并不意外。很多专家甚至认为，可能等不到2050年，南海海槽的大地震就会引爆。那2025年其实刚好落在这个高风险时段内。再来看整个地球板块活动的大背景，日本所处的位置本来就是环太平洋地震带，也称火山带的一部分，四周板块林立，地质活动频繁。我们这几年已经目睹了环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大型灾难。2010年，智利发生了毁灭性地震和海啸；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2018年，印尼巽他海峡海啸；2021年，阿拉斯加近海大地震，甚至2022年初，在太平洋岛国汤加还出现了史上罕见的大型海底火山爆发，引发环球冲击波和海啸。这些事件让科学家注意到，环太平洋板块最近处于一个活跃期。有些地质学者认为，巨大的地震活动有时会以集群方式发生，一处板块剧烈运动后，可能在相隔几年内引发远处板块边缘的压力重新分配，导致其他地震活跃带进入临界状态。简单说，就是大地震可能会一个接一个来。日本311地震后，全球地震活动的模式似乎有所改变，科学家持续监测着周边断层的压力变化。结论就是，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发生类似311级别或更强地震的可能性绝对存在。日本尤其需要提高警觉。除了长期风险，科学界也在尝试一些新技术预测，例如一些日本研究团队在观察动物行为、地下水位，甚至大气电磁变化，希望寻找地震前的蛛丝马迹。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可靠的短期预测方法，但科研人员并未放弃。2020年代开始，日本的地震预警系统也更加完善。如果有强震发生，能在震波传播的几秒到10几秒前提醒民众避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伤亡。但是，如果真出现规模9级的特大地震和海啸，预警系统也只能尽量争取时间，无法完全避免灾难的破坏。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官方其实早就做过最坏情境的推演。如果南海海槽全段连锁断裂，发生超巨型海啸地震，沿太平洋沿岸将受到严重打击。政府预估最坏情况下，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0万人，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听起来是不是刚好与那些预言中数十万人死亡、沿海地区消失的描述不谋而合？现实中的科学数据已经很吓人了。因此，即便我们完全不理会什么预知梦未来人，光是基于地质专家的研究，我们也有充足理由相信，日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地震风险，而2025年前后是个关键期。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松口气，至少那些听起来疯狂的预言并非全无根据，某些部分居然和科学预测对上号了。当然，龙树亮梦中的新大陆、百米海啸、日本沉没1/3，这些情节太夸张，科学上看来实现几率几乎为0，地壳要瞬间隆起一块连接几国的新陆地，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他预见的大地震和大海啸本身是真有可能发生的，只是规模大小问题而已。如果他只是用艺术夸张手法描绘灾难，那现实也许不会这么戏剧化。但哪怕现实版本只有他梦境的1/10严重，都绝对是场灭顶之灾。因此，理性如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未来的确有场恶战要打，不是和怪兽对决，而是和大自然的无情力量对决。现在我们做个假设，假如2025年的这场预言中的大地震真的发生，无论规模是像龙树亮梦里那样末日级，还是仅仅规模9左右的超强地震加海啸，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大开脑洞，同时参考以往经验来想象这可能的后果。有点黑色，但我们尽量以轻松口吻聊一聊，毕竟这只是假设情境，希望永远不会成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2011年的311地震和海啸造成将近2万人死亡失踪，已经是日本自2战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如果2025年来一场更大的，伤亡数字恐怕要上升一个数量级。龙树亮的预言形容数十万人死亡，听起来触目惊心。这个数字并非完全凭空乱讲，
日本政府自己的最坏情境推演也是数万到数十万死亡。想想沿海的那些大城市，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哪一个不是人口密集、房屋林立？即便有先进的防震建筑和避难系统，真遇到超乎设计极限的地震海啸，后果仍将不堪设想。海啸一旦突破防波堤，低洼地区可能瞬间变汪洋，无数家庭、学校、医院都会受到冲击，房屋倒塌、火灾、基础设施毁坏，损失金额恐怕以数百兆日元计算。更别提如果像梦中说的，日本有一部分沉没，那涉及的土地消失和移民问题更无法估量，上百万、上千万人将无家可归，仅仅安置生还者就是巨大的挑战。日本沿海有多座核电站，311地震大家都记忆犹新，不仅是地震和海啸本身，还引发了福岛核电站事故，辐射外泄造成长期影响。如果2025年发生的地震波及其他核电设施，例如日本中部的滨冈核电站，它恰好位于预测的南海海槽震区附近，一直被视为高风险。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核灾难。核电站一旦失控，后果不仅影响日本，还可能波及整个东亚的环境，辐射、污染海洋、空气和土壤，让受灾地区多年无法居住和耕种。龙树亮梦到海底裂缝喷出岩浆，虽然有点魔幻，但现实中如果地震诱发海底火山喷发或其他化学泄漏，也会对环境造成多重打击。总之，大地震往往伴随着环境灾难，从核污染到水质恶化，影响深远且难以收拾。日本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一举一动都关系全球经济健康。如果日本遭遇毁灭性打击，全球市场绝对会剧烈震荡。短期内，日元汇率、股票市场可能暴跌，各种保险公司要赔得吐血。日本企业众多，从汽车、电子到半导体零件，他们的停工将造成全球供应链断裂。想象一下，汽车零件供应不足，全球车厂被迫减产，电子元件缺货，您的手机、电脑涨价，甚至连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都可能断货，这或许是比较次要的烦恼了，但对玩家来说也很心痛啊。另外，日本还是全球重要的投资国，大灾后资金势必撤回国内救灾，引发国际资本市场连锁反应。可以说，一场日本的超级地震不仅是自然灾害，也是全球经济灾害。如果灾难发生，国际社会一定会伸出援手，美军在日本有基地，可能第一时间协助救援。邻国如中国、韩国也会派遣救援队。尽管平时大家有矛盾，但大难临头还是人道为先。台湾和菲律宾如果也受到波及，将出现多国同时救灾的局面，各国需要协调资源。这种大灾可能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契机，也可能因为资源短缺引发新的纷争，例如难民问题、海上救援范围等等。在极端剧本下，如果日本部分沉没，会涉及领土重划和人口迁移，一些小岛可能永远从地图上消失。而龙树亮梦中的新大陆如果真蹦出来，哇，那地图要重绘，可能会引发各方对新土地归属的争论呢。希望不至于闹到这一步，我们纯粹脑补一下画面。不过现实是，就算没有新大陆，100米海啸也会冲击到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西海岸、加拿大，甚至南美的智利秘鲁，也可能侦测到一场海浪。这将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次考验。灾难带来的除了物质损失，还有无形的心理创伤和社会变迁。如果2025年真发生这样的大地震，日本社会将进入漫长的重建期，幸存者要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重建家园，需要极大的韧性与勇气。311之后，日本有一句流行语，伴，象征人与人之间团结重建的精神。如果再遭大劫，日本人或许会更加团结，也或许有人陷入绝望。年轻一代可能对未来更焦虑，毕竟家乡都沉了一块，谁都会怀疑明天是否可靠。另一方面，全世界目睹这种灾难直播，对于防灾意识也会大大提高。其他处在地震带的国家，例如台湾或美国加州等，会更加重视防震演习和建筑安全，毕竟前车之鉴因见不远。有趣的是，龙树亮的漫画叫《我所看见的未来》，如果他的未来真的变成现实，那我们对预知梦超自然能力的看法恐怕也会有所改变，说不定会引发对第六感、意识连接等现象的新一轮研究热潮呢。总之，如果预言成真，后果将是全方位的，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全球，都会被深刻改变。当然，我们心里都祈祷这一切永远别发生，当成茶余饭后谈资就好。但是预言已经抛出，我们脑补一下最坏的情景，
反而能让大家意识到防患未然的重要。所谓居安思危，正因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现在就该做好准备，提高防灾能力。这样，就算老天爷真的心情不爽来震我们一下，我们也能把伤害减到最小。说了这么多沉重的东西，大家的心情可能跟着有点紧张压抑了。别急，我们来换个角度看看这件事。对于这些铺天盖地的末日预言，日本人本身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们是陷入恐慌，还是满街囤积物资准备避难？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甚至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一个预言说你的城市快沉了，你会怎样？大部分人可能会害怕，赶紧做点准备，例如备好紧急逃生包，研究避难路线，甚至考虑暂时搬离海边。然而，一些日本网友的反应则画风清奇，让全世界的人看傻了眼。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有一部分是崇尚冷静和宿命的，他们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镇定，常常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这次关于2025末日地震的传言，在日本年轻族群的网络论坛上，居然引发了一些神奇的讨论。我们来看几个典型案例。我要选个地方看最后的日出。有部分日本网友并没有打算逃跑，反而开始计划起浪漫的末日观景。有人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大海啸真的要来，我想提前选好一个绝美的高地，在那里看人生中最后一场壮丽的日出。还有人响应，对哦，要不就去富士山山顶看海平面升起的样子，至少死前风景无敌。这种超脱生死、追求仪式感的想法让人哭笑不得。外国网友看到后直呼，真的假的？这也太佛系了吧！他们难以想象，面对灭顶灾难，这些日本人不是惊慌失措的尖叫逃命，反而像在安排一场悠闲的郊游。既然要死，也要死得爽快。还有一些日本网友干脆调侃起来，讨论最后一天要怎么过才值得。比如有人说，如果注定要被大地震弄死，那我宁可提前订好最棒的温泉旅馆，泡着温泉，喝着清酒，舒舒服服地迎接最后时光。另一位则开玩笑，我要冲去秋叶原的动漫咖啡厅，抱着我最喜欢的漫画和手办，死前也要当个快乐的宅宅。他们甚至在讨论要带什么零食饮料，一副 party time 的感觉。对他们而言，与其恐惧，不如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面对。既然无法改变，不如洒脱地迎接命运。这种脑洞大开的求生计划再次震惊了国际网友。有英美网友留言，日本人也太冷静了吧，简直像电影不要抬头，讽刺末日的喜剧电影里的情节在现实上演。旁观者的错愕，国际媒体和网友对日本人的这些反应也是议论纷纷。有人感叹，这根本就是动漫里才会出现的对话，没想到真人真事更离谱。还有人佩服地说，日本人真是见过大风大浪，心态强大到爆炸。其实了解日本文化的人知道，这与其说是他们不怕，不如说是一种宿命论和淡定的结合。在日语中有一个词叫 shogunai， 意思是没办法，认命了。遇到不可抗的事情，日本人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句，大概意思就是该来的躲不掉，不如接受它。在常年与地震相伴的环境下，日本人民练就了高度的心理韧性和自嘲精神。当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这么放飞自我，也有很多民众开始认真准备，比如囤积饮用水和粮食，检查自家的抗震结构，参加防灾训练等等。只不过，相比那些惊慌的准备派，网上疯传的往往是那些脑洞大开的言论，毕竟这些更具有话题性和娱乐性，不是吗？艺术和游戏化解恐惧。有趣的是，日本人还把对末日的焦虑转化成了创作和娱乐。比如，有漫画家开始绘制如果东京沉没的虚拟剧情，用插画展现末日下的日本，既是警示，也是戏谑。一些游戏开发者甚至脑补出了末日生存 RPG、2025 日本这样的点子，让玩家模拟灾后重建。还有人在推特上发起话题，让大家发挥想象，如果确定7月5日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结果收到的回答五花八门，笑中带泪。有要向暗恋对象告白的，有要吃遍所有想吃的拉面的，还有人单纯表示要睡他个昏天黑地算了。通过这些自嘲式的讨论，日本人把原本沉重的话题变成了一种集体吐槽大会，反而缓解了紧张情绪。总体来说，日本人面对灾难预言的反应可以用8个字形容：冷静沙雕，各自表态。一方面，他们的冷静与达观值得钦佩；另一方面，网络上的脑洞发言又让人忍俊不禁。这种独特的反应告诉我们一件事：传言再可怕，日子还是得过。与其每天提心吊胆，倒不如幽默以对，该准备的准备，该生活的生活。当然我们笑归笑，该严肃的时候
也不能含糊。日本政府和很多民间团体并没有真的当预言是玩笑，他们持续在推进防灾教育和设施建设。日本的大部分建筑都以耐震设计，学校每年都有防震演习，民众家中常备应急包，收音机里偶尔插播避难指南。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谈笑风生，但私底下还是有备而来的。这种文化上的反差，正是日本社会的迷人之处，既能严肃认真地面对危机，也能插科打诨地消解压力。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那我们其他国家的人面对类似的预言该怎么办？学日本人潇洒地看淡生死，还是认真准备末日？或许答案因人而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过度恐慌绝非易事，嗤之以鼻也未必明智。借鉴日本人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容但不松懈，以幽默对抗恐惧，同时该行动时毫不迟疑。未雨绸缪，永远比事到临头再后悔好。聊到这里，我们基本把2025年这桩令人胆寒又好奇的预言来龙去脉都探讨了一遍。从传奇漫画家的梦中场景，到神秘未来人的网络留言，再到科学家的风险评估，以及日本普通民众的种种反应，我们仿佛一起经历了一场跨越现实与未知的探险。那最后，不妨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可怕的预言摆在眼前，我们究竟该恐惧，还是该以某种理性的态度去面对？首先，预言终究是预言，尚未成为现实。人类历史上末日预言何其多，大多数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记得2012年的玛雅历法世界末日论吗？全球无数人忐忑不安，结果2012年12月21日安然度过，太阳照常升起，预言只是误读和玩笑。还有前些年的各种彗星撞地球、外星人入侵的预测，几乎都没兑现。我们不能因为某些预言者过去猜中了几件事，就笃定他们永远正确，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以龙数量为例，他的预知梦或许真的非比寻常，但也可能存在理解偏差。梦境本来就暧昧不清，他对梦的诠释未必完全准确。我们当然希望他这次是看走眼了。而所谓2062未来人，更可能只是个噱头和巧合。至于那些预知梦研究，本身就带有主观筛选的偏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陷入盲目的恐慌，每天杞人忧天啊，完了2025要毁灭了，反而影响正常生活，这样就本末倒置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无视这些预警信号。诚如前面所说，就算抛开预言不提，日本乃至全世界都应对地震、海啸等天灾有基本的警觉和准备。与其说是预言在警告我们，不如说大自然本来就在以各种方式敲响警钟。我们看到冰川融化在预示气候危机，频繁的极端天气在预示环境异变，板块活动的迹象在预示地质灾害风险。善读天象其实是古代智慧的传承，现代科学何尝不是预言的一种，只不过它预言的是基于数据的高几率事件而已。那么如果预言刚好和科学指向同一方向，或许我们更该重视。以防震为例，不光日本，位于地震带的国家和地区都该引以为戒，平时多做演习，建筑物提质加强，个人准备急救包，制定家庭紧急联络方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能主动去做的务实步骤。就算2025啥事没有，这些准备也不会白费，因为地震迟早还是会来，只是时间问题。再退一步讲，这些末日预言的流行本身也反映了人们内心对未来的不安。每当全球局势动荡、灾害频仍的时期，预言就特别容易盛行。大家一方面害怕未知，一方面又对神秘的答案充满渴望，所以宁可相信某些超自然的说法，来为混乱无序的世界寻找意义。与其说预言真的灵验，不如说人心需要一种寄托。幽默地讲，有时信预言也是求个心安。如果真的有天选之人提前告诉我们结局，那至少我们不用瞎猜了，对吧？只不过正如我们所见，不同人给出的结局各不相同，有的说末日，有的说新生，谁更可信呢？最终我们只能走着瞧，用时间去验证。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最聪明的做法或许就是保持开放但审慎的态度，可以带着一点好奇去了解这些预言，毕竟他们有时还挺有娱乐性和启发性的，但同时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被耸动言论牵着鼻子走。就像今天这篇分享，我们既讲了预言的内容，也加入了科学分析和理性思考，还调侃了人们的反应，就是希望呈现一个多角度的视野。最终该相信什么，该做什么，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相信事实，相信常识，做最好的准备，抱最好的希望。2025年会发生什么，现在谁也说不准。
也许哪天早上我们打开新闻，会看到日本发生大地震，损失惨重的头条，令人惋惜。也许2025年平平安安过去了，回头看这些预言，不过是一场笑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给我们揭晓答案的时间并不久。无论结果如何，我相信以人类的智慧和勇气，都终将渡过难关。就像日本网友们那样，我们不妨带着一点幽默和达观，迎接不可知的未来。同时，别忘了默默在心中祈愿，但愿灾难永远只存在于预言和电影中。但愿2025年的夏天，日本的樱花依然照常绽放，太平洋的海浪依然温柔地拍打岸边，而我们能够平安地看完这一年所有的新番动画和电影大作。开个玩笑，意思是希望日常生活一切如常啦。最后用一句调侃的话作结，如果2025年真的出了什么大事，到时候我们再来复盘今天讨论的这些预言，看看是哪位大神说中了。如果什么也没发生，那就皆大欢喜，我们下次再八卦别的预言去。无论如何，保持好奇，保持理性，也保持一颗乐观的心，这或许才是面对未来最好的预言。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一起期待一个平安又精彩的2025年吧。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传说中的那一刻，黑暗的海面上突然翻腾起异样的光芒，紧接着大地微微震颤。日本、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广阔海域在静默中仿佛有巨兽苏醒，一阵诡异的退潮后，海平面突然拔高，一道肉眼无法想象的巨大水墙直冲天际，海啸以毁天灭地之势向四周扑去。传言这场巨浪将比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还高出3倍，势不可挡地席卷邻近各国的海岸线。更匪夷所思的是，强烈的地壳变动让原本辽阔的海域出现隆起，香港、台湾直到菲律宾竟仿佛被新生的大地紧密连接起来，仿如世界末日降临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般的超级灾变，其实源自一则真实的预言梦，而这个梦的预言者正是日本名叫龙树亮的漫画家。他在多年前的一本漫画中亲手绘出了这骇人一幕。如今日期将近，无数人不禁要问，这场预言中的灭顶海啸真的会发生吗？种种迹象显示，科学家或许已在预言地点附近找到了可能的元凶，一座正在蓄积能量的巨大海底火山，是真有其事，还是巧合杜撰？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悬念重重的故事。时间回到上个世纪末，龙树亮，一位日本漫画家，于1994年至1998年间，在恐怖漫画杂志上连载了一系列奇特的短篇作品。这些作品后来结集成册，取名为《我所看见的未来》。不同于一般漫画，这本书的内容源自作者本人长年以来反复出现的预知梦。龙树亮从孩童时期起便声称能在梦中见到未来的片段，明星的逝世、重大的天灾、人类的危机。他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穿梭般记录下15个离奇梦境，将它们绘制成漫画故事。当时这本漫画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龙树亮也因身心疲惫于1999年封笔，隐退了漫坛。可是多年后，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让这本绝版漫画突然身价暴涨，声名大噪。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发生9级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海啸，造成数万人伤亡，全球震惊。事后人们赫然发现，我所看见的未来漫画的封面上竟清清楚楚画着几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大字：2011年3月大灾难。这本出版于1999年的漫画似乎神乎其技地预言了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时间。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疯传，日本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书店里这本早已绝版的小书被炒到天价。龙树亮一夜之间从隐居的前漫画家变成传说中能梦见未来的预言者。除了2011年的大灾难，他过去的梦境中还曾出现戴安娜王妃的逝世以及富士山爆发等场景。有些梦已被印证，有些则尚未发生。这种种巧合使得人们既感到震撼，又不禁心生疑惑，他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还是纯属偶然？面对铺天盖地的关注，龙树亮本人最初也非常错愕。他其实常年远离网络，不知道自己因预言成真而走红，直到身边的亲戚告诉他消息，他才意识到这本昔日漫画的影响力。有人假冒他在网络上散布预言，
使情况更加混乱。许多人开始追问，下一个预言梦里的大灾难是什么？龙树亮意识到自己也许有责任给公众一个交代，于是他重新整理这些年来未公开的梦境，决定将漫画完全版重新出版，把最新的预知梦公诸于世。2021年7月，龙树亮终于在出版社编辑的邀请下，为我所看见的未来完整版撰写了后记与新的篇章。在这个全新版本中，他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预兆：真正的大灾难将在2025年7月发生。龙树亮在2021年7月5日清晨再次做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梦，这个梦境与他早年的某次梦境遥相呼应，但画面更为具体骇人。他在完全版漫画中详细描述了这场未来灾难。梦中他俯瞰着地球，视角仿佛灵魂脱离身体般从高空鸟瞰大地。只见日本列岛以南的太平洋上，海水莫名其妙地开始上涨，大片海域沸腾翻滚，像是在酝酿什么可怕的力量。突然之间，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广阔海面中心猛地向上喷发出巨量的水花与物质，仿佛海底有什么庞然大物炸裂开来。紧接着，一道举世未见的巨型海啸以爆发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去，日本、台湾、中国东南沿海、菲律宾乃至更远的太平洋沿岸国家都在瞬息之间迎来滔天巨浪的袭击。梦中的龙树亮震惊地看到，海啸之高远超过2011年东日本地震时的规模，那次海啸已经令世人难忘，而这一次浪头竟高出当年的3倍。他还目睹了超乎想象的地壳变动，巨浪冲击下，地表板块仿佛被挤压移位，本来遥隔海峡的土地隆起相连，从香港、广东一带开始，一路经过南海，台湾岛被挤向南方，与菲律宾群岛连成了一片陆地。原本蔚蓝的海洋骤然干涸成为陆地，地图为之改写，仿佛整个亚洲东部地貌都在一夜之间被重塑。梦境的最后，龙树亮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在灾难过后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这话语似乎蕴含着某种希望的信息，但梦醒后的他更多感到的是不寒而栗的余悸。这段骇人的梦境正是龙树亮在漫画完全版中揭露给世人的预知梦。他坚信，如果梦境终将成真，那么日期就在2025年7月5日左右。而他个人相信，预知梦之所以出现，是对人类的警告，也就是带着警示意义的预告。树亮在书中后记写道，预知梦是警告，因为能够避免，所以才让我们看到了它。换言之，他期望人们认真看待这个梦，提前做好防灾准备，或许能将伤害减至最低。这场预言中的超级大海啸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有人深信不疑，开始拟定避难计划，也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只是巧合瞎扯。然而，随着时间推进，更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科学界的发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龙树亮梦境中的可能性。难道隐藏在深海中的巨大灾难之源真的存在？就在人们对预言议论纷纷之时，地质学界的一项新发现引起广泛关注。2019年，菲律宾的一组海洋地球物理学家在研究菲律宾群岛以东的海床地形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环形结构。这个环形结构位于菲律宾海板块西缘的一处海底高地上，直径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50公里。起初，科学家们被这庞然大物的规模震撼了。150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台湾岛宽度的2/3，比美国黄石公园著名的超级火山口还要大出许多倍。黄石火山口直径仅约60公里。经过进一步的海底地质测绘与岩心采样分析，专家们确认这是一座史前遗留的巨大破火山口，也就是火山喷发后坍塌形成的洼地。他们将其命名为阿波拉基破火山口，取自菲律宾神话中太阳与战争之神的名字，意为巨大神奇。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它的庞大与威势。阿波拉基火山口的面积超过17000平方公里，堂堂正正地摘下了目前已知世界最大火山口的桂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座阿波拉基破火山口的位置恰好就在龙树亮所预言的海啸爆发点附近。
从地图上看，阿波拉基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东的海域，属于被称作宾汉隆起的海底高原的一部分。如果在太空俯瞰地球，这里正好处于日本列岛与菲律宾群岛之间的广大太平洋区域中。龙树亮梦中所见，日本和菲律宾中间的海面突然喷发，不正与阿波拉基火山口的位置暗暗契合吗？一时间，许多人将阿波拉基与漫画预言联系在了一起，推测会不会正是这座潜伏海底的超级火山将在2025年觉醒，引发海啸。甚至有传闻称，科学家发现阿波拉基附近地壳压力异常升高，怀疑它正在酝酿新一轮喷发，这让原本只存在于漫画中的末日景象突然多了几分现实阴影。那么阿波拉基火山究竟是什么来头？据科学推算，宾汉隆起是约4700万年至2600万年前火山剧烈活动形成的一大片海底高地，而阿波拉基破火山口正是当时某次惊天动地的超级喷发遗留下的伤痕。那场史前喷发的威力之大，想必当年在地球留下深远影响，或许喷出了足以改变气候的火山物质，使整个太平洋天昏地暗。然而此后几千万年来，阿波拉基火山进入了长久的沉眠，人类文明兴起以来并未观测到它的活动。换言之，这是一座古老的死火山，在现代地质记录中毫无存在感。直到最近透过高科技的海洋探测，人们才首度认识到脚下这位深海巨兽的存在。按一般常理判断，既然阿波拉基在地质年代里已经熄火，那么如今再次喷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大自然的奥妙就在于不可测知，休眠火山重获新生并非没有先例，一些沉寂多时的火山也可能在地壳压力变化下重新焕发活力。想想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在长眠几个世纪后突然爆发毁灭庞贝，又或者印尼的多巴超级火山相隔数十万年才骤然间将地球拖入寒冬。对地球来说，几千万年的沉默也许只是一眨眼，一旦条件成熟，巨兽觉醒就在瞬间。科学家目前对阿波拉基的研究刚起步，无法断言它未来绝不活动。一些地质学家持审慎态度，虽然阿波拉基大概率不会在短期内喷发，但我们对它内部的岩浆库状态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深部还残存着炙热的熔岩，且板块运动引发新的裂缝，那么这座超级火山的确存在充能觉醒的可能性。试想，假如阿波拉基真的在现代爆发，其威力会如何？参考黄石火山过去的喷发规模，曾经释放出上千立方公里的火山物质，覆盖半个北美。阿波拉基的体积是黄石数倍，潜在能量更是难以估量。剧烈的海底火山喷发将把无数岩浆和气体倾泻入海水，猛烈的爆炸甚至可能将海水整个推开，在海面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海水倾泻回补的瞬间，就可能形成高度惊人的环状海啸，向四面八方扩散。这与龙树亮梦中所见海面忽然喷发、巨浪四散的景象几乎如出一辙。更令人不安的是，大规模喷发还会产生火山碎屑流和海底山崩，造成海床地形巨变。如果海底大片塌陷或隆起，确实有可能让部分浅海变为陆地，正如梦中所述香港至菲律宾之间陆地相连的夸张画面。当然，这是一种极端推演，但科学上并非全无可能。历史上，火山喷发新造岛屿的例子屡见不鲜，火山引发的海啸和地壳运动也时有所闻。倘若地球上最大的火山口之一真的苏醒，其后果恐怕会超越任何现代人类的亲身经历。说到火山突然造陆的现象，有一个著名的幽灵岛事件值得一提。2012年8月，一架飞机在纽西兰北方外海的上空飞行时，机长惊奇地发现，下方原本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洋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黑灰色的陆地。这岛屿面积极其庞大，目测长度将近200公里，几乎媲美一个中型太平洋国家的领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短短几天后，卫星照片显示这座神秘岛屿竟移动了位置。一座岛怎么可能说走就走？科学家起初也难以解释这诡异场景，一时间灵异传闻四起，人们称其为幽灵岛。直到研究团队介入调查，谜团才水落石出。原来所谓的岛屿根本不是陆地，
而是一大片漂浮的浮石。这些浮石来自于海底的一场剧烈火山喷发。当海底火山猛烈喷出熔岩时，夹杂的火山气体使熔岩迅速冷凝成充满气孔的青石块，密度比水还轻，大片浮石便能如同木筏般漂浮在海面上。2012年，正是位于纽西兰东北海域的哈弗尔海底火山爆发，产生了史上罕见的浮石大军，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最初它们紧密堆积，看似一整块岛屿，随海流漂移才逐渐散开破裂。这起事件充分展示了海底火山瞬间改变海洋面貌的威力，短时间内出现凭空冒出又消失的陆地幻想。试想，这只是一般规模的火山活动，尚且如此壮观。如果是超级火山呢？那恐怕浮现的就不仅是浮石岛，而是真正的新岛屿或整片陆块的隆起与沉没。龙树亮梦中所见突然连成一片的土地，也许正是类似现象在极端条件下的放大版本。从幽灵岛的例子可知，大自然的力量有多么出人意料，人类的直觉常常跟不上地球的变幻无常。这也提醒我们，对于海底深处潜伏的危机，不可掉以轻心。就算预言最终只是虚惊一场，加强对地球活动的监测和了解也是极为必要的。毕竟，在深不见底的海洋之下，也许珍藏着未被发现的巨人，正沉睡待醒。除了火山，龙树亮预言中提到的海啸还可能源自强烈的地震。毕竟，历史上大规模海啸往往是由海底大地震触发的。仔细观察日本、台湾、菲律宾所处的地质环境，这一带正位于著名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板块交界缝隙犬牙交错，孕育着无数强震隐患。其中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隐患断层带，便是日本南部的南海海槽。南海海槽是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的边界带，从日本本州附近一直延伸到九州南方海域。这条海底沟槽过去，每隔100至200年左右就会发生规模8级以上的超级地震。历史上著名的1707年宝永地震、1946年昭和南海地震都发生在这里，引发的海啸曾冲击日本太平洋沿岸，造成重大伤亡。而上一次南海海槽大震已是70多年前，科学家推算下一次巨震临近的概率正在不断攀升。根据日本政府近年的评估，未来数十年内南海海槽发生巨震级9级地震的概率高达7至8成。换言之，从现在起，随时可能引爆一场破坏力惊人的强震。日本政府甚至做出了最坏情境推演，如果南海海槽全段连锁断裂，可能引发高达30公尺的海啸，造成将近30万人罹难，这将是近代日本经历过最惨烈的灾害。这项可怕的预估在2022年、2023年相继见诸日本媒体报道，引起公众恐慌。有心人把它与龙树亮的漫画预言一对照，发现时间点竟隐约契合，2025年就在未来数年内的范围内。如果这场科学家预警的大地震真的发生，会不会就是预言中毁灭性海啸的源头之一？更巧合的是，南海海槽位处日本以南海域，正与预知梦所指的地理方位相符。假若南海海槽大地震引发超巨型海啸，再加上海底火山动力，两相叠加，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当然，这已经是极端剧本，但预言本身描绘的正是极端情境，我们无法完全排除任何可能。视线从日本再往南移，另一个关键地震隐患浮出水面，位于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马尼拉海沟。这条海沟是南海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碰撞俯冲形成的深海沟脊，斜躺在吕宋岛西侧的南海深处。科学家指出，马尼拉海沟极有可能是一个长期蓄能未释的地震带，已有数百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断层释放。地质记录和模拟显示，这里具备发生9级超强震的条件。一旦断层整段破裂，南海海盆的海床会剧烈抖动，掀起海水，形成区域性大海啸。研究显示，若马尼拉海沟发生规模 9.0 以上地震，形成的巨浪可能在10分钟内就袭向台湾南部和西南部沿海，水墙高达10几公尺以上。不仅台湾危险，海啸还将横扫南海内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东南沿海、香港、澳门、
越南，甚至远至南洋群岛等。上世纪以来，台湾和菲律宾一带并未遭遇毁灭性海啸，但这绝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事实上，台湾气象机构多次强调，不常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2022年，台湾中央气象局就点名马尼拉海沟、琉球海沟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海啸源，呼吁未雨绸缪。试想，龙树亮梦境中提及香港到菲律宾的陆地相连，正是经由南海海域，而马尼拉海沟正居其中。如果这条隐忍已久的断层在2025年前后爆发，它引发的海啸会否正好应验了漫画中的景象？有趣的是，在中文网络论坛上，有人将龙树亮的预言与马尼拉海沟地震风险结合分析，认为预言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毕竟菲律宾海板块就像一块菱形拼图，四周都是潜在的大灾难缝线，一处裂开便牵动全局。综上所述，日本南海海槽与菲律宾马尼拉海沟一北一南，像两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中间横亘的正是菲律宾海板块本身，内有阿波拉基火山。龙树亮梦中描述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南海海槽超级地震加马尼拉海沟超级地震加海底超级火山喷发的复合灾难。如果真有如此恐怖的连锁事件发生，其破坏力难以想象，确实可能造成梦中那种大地撕裂、山海颠覆的效果。当然，这是最为悲观的推理，也许现实不会那么残酷，但种种科学研究和迹象表明，环太平洋的这一段在未来几年内确实处于地质活动的高风险期。我们不得不承认，龙树亮所指出的时间点和地点并非全然捕风捉影，诡异的巧合之中隐隐透出一丝令人脊背发凉的真实可能。龙树亮的未来大海啸预言并非孤军奋战，在世界各地近年流传着不少关于2025年前后的惊人预言，让这个年份蒙上神秘的色彩。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素有印度神童之称的少年预言家阿南德。这位来自印度的占星奇才年纪轻轻，却因多次神准预测而声名大噪。阿南德近期在公开讲座和影片中多次提到，他对2025年上半年有极不祥的预感。根据阿南德的说法，2025年初至年中，受特定星象影响，全球将发生3件大事。第一，可能爆发区域性武装冲突，特别是在南海周边地区，各国局势紧张，有擦枪走火的危机。第二，发生严重的天灾。第三，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可怕事件。其中，对于第二点天灾，阿南德明确指出，南海地区会有大型海底地震并引发海啸，时间大概落在2024年末至2025年上半年。他解释这段期间土星与月亮北交点相会，预示着与水域相关的地区将出现异变，而首当其冲正是南海，也就是东亚附近的海洋。他的这番预警与龙树亮漫画里大海啸的位置与时间几乎不谋而合，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者同时指向了同一场灾难，这让网友们惊呼玄妙。有人感叹，难道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更有人把龙树亮和印度神童的预言并列，称2025年为劫年。不管如何，阿南德的发生无疑给本就疑云密布的预言事件又添了一把柴火。除了印度神童，东欧的传奇预言家盲眼龙婆也被人翻出来讨论。这位失明的保加利亚老人据传留下许多对未来的断言，他的追随者声称他成功预见了911恐袭、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相传龙婆曾预示世界末日将于2025年开始，并警告当年欧洲会有2个国家陷入冲突，使欧洲人口大量减少。这似乎暗示着2025年会爆发某种毁灭性的全球性危机。有些人将龙婆的末日开始解读为全球大灾变的开端，也许是一场毁灭性战争，也可能是重大天灾，甚至是地球环境的巨变。若按着悲观剧本，龙树亮预言的大海啸也许正是末日敲门的第一响。当然，龙婆的预言很多，语焉不详，真伪无法考究，但仍然时常被爱好神秘学的人引用，尤其碰上龙树亮这样看似应验的案例，更让人浮想联翩。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日本有漫画家预言天灾，印度有神童预言星象，
欧洲有龙婆说末日，难道全世界的先知们今年都在唱衰2025？听来荒诞，却让整件事愈加扑朔迷离。甚至连历史上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16世纪的法国星象师诺查丹马斯，也在他那本著名的预言集《诸世纪》中留下了被认为指向2025年的诗句。据一些研究诺氏预言的学者解读，他透过占星推算出2025年欧洲将爆发战争，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瘟疫会卷土重来，甚至一个帝国就此毁灭。这与盲眼龙婆的预言不谋而合，都提及欧洲战乱与人口灾难。同时有分析称，诺查丹马斯预言2024年前后会有2场天灾，其中之一是日本沿海的地震海啸。巧合的是，在2023年，日本石川县果然发生了强震，并引发沿岸海浪，让爱好者们惊呼预言成真。虽然规模远未及漫画中的末日级别，尽管主流历史学家认为诺查丹马斯的诗句高度隐晦，可以被牵强附会地解释成各种事件，但这并不妨碍民间将它与龙数量们相提并论。一时间，2025人类大劫难仿佛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国际大合唱，各路预言纷至沓来，甚至在中文社区的论坛和知乎上，网友们自发整理出2025年预言大全贴文，把所有他们搜集到的预言线索串联起来，从漫画、神童、龙婆、诺翁，直到圣经密码，都来个大碰撞。在这些帖子中，有人一本正经地分析星体运行与板块构造，有人则脑洞大开，编织阴谋论，例如声称某神秘组织早已知晓天机正在施行人类减载计划等等。荒诞与现实交织，谣言与真相难分，真伪真假难辨，众说纷纭。尽管大多数理性的人对这些耸人听闻的预言持保留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越来越多看似相关的线索凑在一起时，即便是平素冷静的你我，心中也难免升起一丝不安。万一这都是真的呢？当预言闹得沸沸扬扬，科学界和理性专家们也坐不住了，他们站出来泼冷水，同时也提供专业的分析与解读。日本与台湾的地震专家们对龙数量的预言进行了地质学上的审视。有专家指出，龙数量梦中所描述的地壳变动规模远超现代科学认知中单一事件可能达到的程度。要让从香港到台湾到菲律宾之间的陆地隆起接壤，等于整个南海海盆同步剧烈抬升，所需能量恐怕相当于10级以上的大地震。然而目前人类观测史上最大地震也不过 9.5 级。1960年智利大地震，10级大地震在现实中几乎无法产生，至少以现有板块的应力蓄积来看不可能。也就是说，预言梦中的场景更像是多个极端灾难叠加甚至叠成的结果，而不会是单一震源造成。然而预言没有告诉我们成因是否可能真的出现多灾联动的情况呢？科学上这种概率虽极低，但并非零。例如，一次超大地震可能诱发临近断层连锁破裂，甚至引起沉睡火山喷发，从而变成复合灾难。历史上确有大地震引发火山喷发的记录，例如1707年宝永大地震后触发了宝永年间富士山喷发。所以理论上，龙数量梦中那样毁天灭地的画面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实现它需要太多罕见条件同时满足，几率极其渺茫。另一些学者则从心理学和统计学角度对这类预言现象进行了剖析。日本有评论家引用了幸存者偏差和事后归因等概念来解释龙数量漫画的走红。人们倾向于关注那些恰巧对应现实的预言，而忽略大量未应验或模棱两可的部分。龙数量的漫画收录了10多个梦境，真的对上号的只有2011年大地震这一例，但因为这例子太轰动，人们就自动忽略了其他没发生的梦。再加上漫画封面写着2011年3月的字样过于惊人，以至于大家愿意相信他的梦全都充满神秘力量。另外，预言叙述通常较模糊，人们在事后容易对号入座，一旦发生相似事件，就回过头来套用预言的语句，哪怕牵强也觉得惊人，而对那些没发生或语焉不详的部分则选择性遗忘，这就导致预言者看似总是准的假象。以龙数量为例，他原漫画里提到的富士山喷发、大地龟裂等情景至今没实现，但少有人提起，反倒11年预言被无限放大，
让他蒙上先知光环。台湾的地质学者也表示，龙树亮梦中提到的菲律宾海板块抬升之类细节，其实和地球科学知识有出入。菲律宾海板块的东侧，九州、帕劳海岭一带，岩石年轻，浮力较大，火山较少；西侧靠近南海海槽，岩石较老较重。要整块抬升真的需要天文数字的能量，即便有超级火山与超级地震一起上阵，也未必能达到漫画中的夸张效果。专家们的结论大多是尊重自然科学概率，无需对网传预言过度恐慌。毕竟危言耸听的预言在历史上从未间断，但真的世界末日场景始终没有降临，人类每每有惊无险地跨过一个又一个末日期。许多所谓先知，事实上更像是幸运的预测者或巧合的受益者。对于今年的诸多预言，也是信不信由你。理性而言，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实打实的预警信息，例如政府和科学机构发布的风险评估，做好防灾减灾的万全准备，而不是被网络谣言牵着鼻子走。然而话虽如此，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神秘的向往从未停止。在一些民间讨论中，也有声音表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并不是完全迷信预言，而是居安思危的态度。预言毕竟只是预言，但它点出了值得担忧的现实风险。我们与其嘲笑预言，不如趁机改善应急措施。假如龙树亮的梦最终没有应验，大可以当成是有惊无险的谈资。可如果真的不幸发生类似灾难，有准备的人总比毫无防备的人多一分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讲，预言也许确实有它的积极作用，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龙树亮本人也多次强调，他公开预知梦的目的绝非哗众取宠，而是希望引起重视，从而减轻未来可能的伤害。他相信预知梦之所以让他看见，就是意味着灾难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如果人们提早采取行动，也许梦中的悲剧就不会完全变成现实。这一点上，无论梦的真实性如何，我们都不可等闲视之。随着日历一页页翻过，2025年7月5日这个日子愈发近在眼前。从漫画家的离奇梦境，到科学发现的巨大火山，再到众多预言家的神秘暗示，这场可能的超级灾变在媒体与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有人风声鹤唳，早早规划逃离海岸线的避难路线，也有人黑然失笑，把这看成茶余饭后的灵异话题。不论信与不信，预言之日的临近本身就成了一场全球瞩目的事件。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见过太多末日预言，又目睹过一次次预言落空后的虎头蛇尾。这一次会有所不同吗？大多数专业人士依然坚持理性的立场。目前没有确切科学证据显示2025年中会发生特定的毁灭性灾难，请公众不必恐慌。但同时，他们也呼吁注意地质灾害风险，因为无论有无预言，环太平洋地区本就处于活跃期，政府和民众都该做好地震海啸防范措施，这是负责任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以平常心面对预言，但也不要忽视现实中存在的隐患。毕竟，自然灾害的发生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龙树亮梦中的景象是否会在我们这一代成为现实，一些基本的防灾知识和应对准备是绝不能少的。海啸来临时如何逃生，地震预警响起时如何避难，这些反而是切切实实需要关注的细节。预言也许不可信，但科学的防灾观念却值得每个人身体力行。或许我们终将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平安度过2025年7月的最初一周，再回头看时莞尔一笑，又是一场虚惊。那样当然是人类之幸，也是我们乐见的结局。但在结果揭晓之前，这一切仍然笼罩在疑云之中。在这悬念未解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怀着敬畏之心注视着大海与大地，敬畏大自然翻云覆雨的伟力，敬畏科学求真务实的智慧，也敬畏那些真真假假的预言所代表的人类对未知未来的试探与焦虑。让我们静待时间给出答案，希望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滔天巨浪，而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清晨。正如龙树亮在预言的最后寄语，在灾难过后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但愿这光辉的未来不需要经历灾难的洗礼就能到来。直到那一刻到来之前，谜题仍悬而未决，
我们只能理性以待，冷静观察。2025年的盛夏将至，真相终将大白，历史自有评判。让我们怀抱希望，同时未雨绸缪，共同见证这悬疑的一刻。2025年才几个月，世界就像进入了灾难片现场。韩国总统突然被弹劾下台，韩国和日本的森林大火烧得山河通红，缅甸发生超强地震，连泰国曼谷的高楼都倒了。更让人背后发凉的是，这一系列事件竟然早被一些预言家看见了。其中最火的是一位泰国女预言家，她声称接下来2个月还有更大的灾难要来，全球都将遭殃。这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未卜先知？今天我们就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带大家一起探讨预言为何有时这么准，有时又不准，以及该如何看待这些预言。也许听完你会决定赶紧囤几箱泡面以备不时之需呢。先来回顾一下今年年初发生的那些大事，难怪会有人感叹2025年灾难连连。一开年，韩国就爆发政治风暴，总统尹锡悦突然遭遇弹劾下台。南韩国会因尹锡悦在2024年12月未经充分理由擅自宣布戒严，认为他严重违宪，于是启动了弹劾程序。今年4月初，宪法法院一致裁定支持弹劾，尹锡悦被迫下台。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民众上街欢呼的有，错愕落泪的也有，整个国家一度陷入混乱。不管怎样，这场政治大地震算是给2025年开了个震撼的头。紧接着，大自然也开始发飙。3月下旬，韩国和日本同时陷入森林野火的梦魇。韩国全境在3月21日后陆续出现20多处山林大火，在干燥强风助长下，火势难控，短短几天烧毁了近5万公顷森林。这规模创下韩国有记录以来之最，连千年古刹都化为灰烬，数万居民被迫撤离。与此同时，日本西部的冈山、爱媛等地也发生罕见野火，持续多日难以扑灭。有专家指出，今年初东亚异常干旱高温是野火肆虐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气变化让本就平常的小火苗变成了失控的火龙卷。1月到3月本应是冰天雪地的季节，结果韩日两国却上演烈火雄心，这反常的一幕着实让人心惊。然而，更大的灾难在3月末降临。3月28日，东南亚的缅甸发生了规模 7.7 级的强烈地震。这场大地震来势凶猛，震中位于缅甸中部，方圆数百公里内房屋倒塌无数，数千人不幸遇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泰国首都曼谷也受到波及。曼谷一栋大楼在长时间的摇晃后，居然整栋倒塌，造成严重伤亡。要知道，曼谷一向不在地震带上，甚至曾被认为是全球少数不会地震的城市之一，结果这次也没能幸免。短短几个月内，从权力地震到天然地震，人类和大自然轮番给我们上了一课。这些事件让许多人开始好奇，难道真的有人提前预知到了这些灾难吗？于是，各路预言家纷纷进入公众视野。当灾难频发，人们总希望抓住一根预先警告的稻草。此时，各种传说中的预言家就登场了。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神童阿南德。这位小哥年纪不大，却因多次大胆预言而走红网络。阿南德据说精通印度占星术，13、14岁时就发布视频预言将有致命疾病横行。很多人事后把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号入座到他的预言，让他一举成名。此后，阿南德每年都会发表对全球局势的展望，例如疫情走向、经济起伏，甚至战争危机等等。今年他也没闲着。2025年3月1日，阿南德在 YouTube 上警告说，喜马拉雅地震带近期风险极高，特别提到3月和8月至10月是危险时窗。有些人听了他这话，再看看3月底，缅甸果然发生大地震，不禁惊呼印度神童说中了。不过呢，阿南德的支持者和质疑者一直争论不休，有人奉他为神，预言在世，也有人吐槽他说的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毕竟他也有不少预言落空的例子，比如他曾预测某年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吓得人心惶惶，结果当然并没有。不管怎样，作为话题人物，阿南德成功让预言这件事变得年轻化、
网络化了。提到预言，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人物，比如法国的诺查丹马斯，他在16世纪写下的4行诗被后人不断解读，传说预言了从大火灾到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虽然他的诗句晦涩难懂，但每当世上发生大事，总有人能从中找到巧合对应，仿佛诺老先生早已看穿未来。另一位常被提起的是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万加，他预言库存满满，据说曾猜中苏联解体、911恐袭等，但也有很多离谱预测，例如他预言2023年地球轨道会改变，人类会遇到外星人，听上去更像科幻小说。对这些传奇预言家，人们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无法证明他们说的话到底是巧合，还是真有预知能力。除了国际上那些远古传奇，咱们亚洲近期也涌现出不少本土预言达人。泰国有名的占星师索拉查去年底就放话说，曼谷市中心将有地震，2025年至2027年灾难会比2024年严重10倍。这话当时听起来吓死人，结果今年3月曼谷真出现大楼倒塌，他的话突然让人毛骨悚然起来。而台湾的命理师李敬维也在今年3月中曾警告月底将有大地震，结果缅甸强震一发生，他的脸书预测被疯狂转发，引发热议。李老师进一步提醒说，未来半年内南海、台海可能出现海上危机或火山爆发。4月3日开始，全球动荡加剧。看来不止一个人有不祥的预感，各路预言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向今年上半年将不太平。这些同步出现的预警让人不寒而栗，难道真有某种第六感在不同人身上产生共鸣？不过话说回来，预言这东西就是这样，灵验的时候让人跪服，不准的时候也让人哭笑不得。相信者认为这些预言家确有其能，不信者则觉得不过是蒙对了巧合。我们先按下怀疑，来认识一下本文的主角，那位神乎其技的泰国女预言家普莱，看看她有哪些让人瞠目结舌的预言事迹。近期爆红的泰国女预言家名叫普莱，她自称拥有与生俱来的预知天赋，甚至能和阴间的存在对话。早在10多年前，她就在泰国开始小有名气，但真正让她声名大噪的是2014年接连发生的2起重大事故。第一件是3月的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事件，那架载有239人的客机离奇失联，举世震惊。传说普莱当时透过某节目预言了客机的大致下落方向，甚至说出1年多后会找到残骸之类的话。虽然马航失踪之谜至今未完全解开，但后来在2015年确实发现了疑似 MH370 的残骸碎片，这让不少人想起普莱的预言，称他早有感应。紧接着4月，韩国岁月号渡轮沉没，造成数百人罹难的惨剧发生了。事后有人指出，普莱似乎也曾在事故前预示将有一艘大型灰色船只沉没，结果不幸严重，岁月号的船身正是灰白色。连续2场轰动国际的灾难都被他说中，普莱一时间被封为神级预言家。此后几年，普莱的预言事迹陆续被传颂，他曾预告泰国娱乐圈将有知名人士横死，没多久一位泰国女星就在离奇意外中丧生，让粉丝唏嘘不已。很多人相信普莱事先看到了这场悲剧，他还对各国政局发表看法，例如2020年时预言台湾大选某位候选人会胜出，结果最后与实际结果不符。这也提醒大家，普莱并非每次都百发百中。随着名气增大，他在泰国上各种节目分享预测，关注议题从天灾人祸到经济疫情无所不包。他自己也坦言过，预言有时会因某些天机不可泄露的原因而有所保留或发生偏差。尽管如此，他准确命中的案例实在太惊人了，因此积累了大批信众。每当世间有重大事件发生，人们就赶紧翻出普莱之前说过的话印证一番。今年3月曼谷大楼倒塌之后，他更是一夜爆红到国际，连我们中文媒体都在报道他。可见这位泰国女预言家确实有2把刷子。让普莱声名远播的是他对2025年上半年的惊人预言。就在2024年年底12月27日，普莱受邀上泰国的一档热门脱口秀 Pakz， 在节目中他语出惊人的预告，2025年上半年会大地震，震中在缅甸。
连邻国泰国曼谷都会受到波及，而且会有一栋大楼倒塌。当时现场嘉宾听了都倒吸一口凉气，这预言也太具体了吧。普莱不仅指出了地点缅甸、曼谷，还细节到有高楼倒塌，甚至大致给出了时间范围，3月或4月。他还提醒说，市民最好把贵重财物存放在高处或银行，不要放家里1楼，以防地震引发水灾或建筑倒塌压坏财产。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一些，但更多人半信半疑。然而3月28日，缅甸7级强震发生，曼谷传出大楼倒塌消息时，所有人都惊呆了。普莱的预言一一应验，精准得犹如亲眼所见。一时间，泰国媒体纷纷报道他的神准预测，网络上更是疯传他过往的预言影片集锦，称他为东南亚预言女神。预言成真后，普莱也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分享他对接下来局势的看法。在泰国新闻节目上，他形容缅甸这场地震可能只是世界分裂的起点。他提到，回顾过去2年，日本和纽西兰相继发生海啸等异象，仿佛为这次大震做了前奏。更让人紧张的是，普莱警告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根据他的看到，未来几个月内将有多起灾变接连发生。4月，水患出现。泰国传统的新年泼水节在4月中旬，本是全民欢乐泼水的日子，但普莱提醒，今年的泼水节恐怕会变成名副其实的雨水节。他预见泰国4月可能暴雨成灾，曼谷部分地区将淹水1到2周，沿海地区还得提防海水倒灌。虽然洪水规模不至于像2011年泰国那场世纪大水灾那样恐怖，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想象一下，泼水节大家本来互相泼水嬉戏，结果老天爷直接送来豪大雨，一下把整座城市变成泽国，这画面可一点都不好笑。6月至8月，邻国强震与特大洪水，普莱特别点名今年仲夏时节可能出现另一场毁灭性地震，震中虽不在泰国境内，但属于邻近国家，并会引发严重的水灾。他没有明说是哪个国家，不过东南亚邻国也就几个，让人不禁联想到像印尼、菲律宾这样本来就地震火山频繁的地方。普莱的意思似乎是，继缅甸之后，还有别的国家会发生强震，并伴随洪水。地震为何引发洪水？可能是海啸，或者震动破坏了水坝，改变了河道。总之，他描绘的场景相当严重，仿佛一场灾难会带来连锁反应。有人担心，如果真是印尼一带的超强地震，海啸波及整个东南亚，那后果不堪设想。难怪他说全球都将遭殃。7月至8月，火山爆发与政治性洪水。除了地震，普莱还预言了火山灾难。他透露自己看到有一个国家在7月会发生火山爆发，如果7月没爆，最迟8月一定会喷发。甚至他还剧透了一个细节，将有泰国人因前去观赏火山而丧生。这线索一出，许多人立刻联想到日本富士山，毕竟不少泰国游客喜欢去日本旅行登富士山，如果富士山喷发就太可怕了。不过普莱后来澄清，他看到的并非富士山，而是一座海底火山，其爆发的毁灭性不会像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那样严重，但依然会造成相当影响。海底火山爆发可能引发局部海啸，对周边海域国家构成威胁，这让人想到太平洋火环带的不稳定，不管是日本海域还是印尼群岛，都有海底火山存在，所以这个预言把范围从陆地扩展到了海洋。另外，普莱在去年底的另一则预言中提到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政治性洪水。他形容从今年7月开始，有股洪水将从中国流向泰国北部，中部地区的水量会超过2024年的水准，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可能会被全面淹没，经济受创。他甚至建议民众提前储备粮食和黄金，以应对危机。有趣的是，政治性洪水听起来不像自然现象，更像是在暗喻某种政治事件或势力的冲击。一些网友猜测这指的是地缘政治压力，比如中泰之间的某些纠葛，或者是中国境内事件外溢，例如中国水坝泄洪影响下游国家。也有人联想到最近国际上讨论的泰国遣返维吾尔族人事件，认为这可能是预言中洪水的含义。不管怎样，
字面上看，泰国今夏的确可能面临大范围水患，再加上政治隐喻，总之7、8月的泰国恐怕不平静。其他地区的意向，在接受香港旅居泰国的主持人专访时，普莱还提及香港和中国的一些预见。他直言，香港未来也可能出现地震。要知道，香港历史上几乎没发生过毁灭性地震，市民对地震的警觉性很低，所以这话一出，也让人捏了把汗。不过他补充说，即使有，香港受影响应该不会像日本311那样惨重，香港这块宝地还算有福。另外他隐晦提到，中国境内今年下半年可能有牵动国际的大事发生，或许暗示地缘紧张，局势升温。虽然他没明讲，我们可以联想到台海局势、南海冲突等近期在预言圈也时常被谈及的话题。比如阿南德也说过，2025年上半年南海附近可能有区域冲突，甚至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若多位预言家的视野都瞄准了同一方向，那还真是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期待又害怕。总之，普莱的整套2025上半年预言就像一张灾难形势历，3月底地震，4月洪水，7月火山，8月洪水加地震，期间还夹杂政治风暴，听上去仿佛世界要开启灾难连锁模式。如果真照他所说一一发生，那今年简直多灾多难，全球遭殃。但话说回来，预言毕竟不是预报，为什么预言有时会那么准，有时又完全落空呢？我们不妨分析几种可能性。预言不可能100%命中，否则我们早就每天对着水晶球安排行程了。那究竟是哪些因素让预言变得扑朔迷离呢？以下从几个角度来解读。一、观察者效应。预言本身改变了未来。量子力学里有观察者效应，大意是观察行为本身会影响结果。在预言这里也有类似道理。当很多人知道一个预言后，他们的行动可能改变原本会发生的事。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有人精确预言某天某航班会失事，那多半当天就没人敢坐那班飞机了，航班可能取消，灾难自然不会发生。这样预言看似不准，其实是因为人们听了预言后避免了悲剧。再比如，有预言说某城市今年会大洪水，如果政府因此提前加固堤防，做好排水，或居民提前转移，最终洪水造成的损失就可能小很多，甚至让人觉得预言没成真。所以预言一旦公布于众，就不再是纯粹的被动预测，而成了一种能影响现实的自我实现或自我扼杀的预言。成功预警让大家准备，使灾难减轻甚至避免。这种情况下，预言表面上失准，实则功德一件。二、天机不可泄露，说太多可能改命。在东方传统观念里，常讲天机不可泄露，意思是未来的事不能随便说破，否则预言家本人可能遭天谴，或者命运会自行调整，以保持天意不可预测的平衡。很多算命师、预言家在做出准确预测后，往往不敢过于高调，生怕泄露太多天机。有些预言家甚至声称自己的能力是上天所赐，但若乱用会被收回。所以他们有时对重大事件点到为止，不愿细讲，导致预言含糊。也有一种可能，当预言被大范围传播后，冥冥之中命运之河会改道，让原本要发生的事转了弯，以维护某种宇宙规则。听起来玄乎，其实就像故事里预知未来，往往无法改变大趋势，小细节却可能因知情而变化。预言家自己也许相信这点，所以偶尔放水留一手，或者事后解释，哎呀，本来会更糟，但因为提前警告，所以减轻了。三、名气影响与偏差效应。聚光灯下难免失准，当预言家默默无闻时，他们偶尔准确预测一两件事，人们会惊呼高手在民间。可一旦他们出名，被冠以神准头衔，压力就来了。名气大的预言家往往被媒体追着问各种未来，看向天气问政局，一刻不得闲。在这种聚光灯压力下，他们可能会产生预测偏差。为了维持声誉，他们可能倾向于给出模糊但惊悚的预言，至少万一错了还有回旋空间，对了就大书特书。久而久之，可信度就下降了。另外，一些不实传闻也会在名人效应下传播，让人分不清哪些真是预言家说的，哪些是网友歪歪的。
例如某预言家明明没预测过某事件，网上却传他早就说过，结果对不上号时，又算他预言失败。再有，人们对预言往往只记住准的部分，不准的就遗忘或忽略了，这是心理上的选择性记忆。一位预言家如果预测10件事，只准了2件，其实准确率很低，但大众可能只热议那2件神准的案例，忽略了8件没影的预测，从而营造出他百发百中的形象。一旦后来连续几次不灵，大众又会突然对他的信任崩塌。这种成名后的光环与桎梏，其实也是预言时灵时不灵的一个原因。4. 未来本就多变，预言只是看到一种可能，未来不是刻在石头上的许多事情，存在诸多变数。预言家再厉害，也不过是凭直觉、灵感或某种计算看到的其中一种未来，有点像天气预报。我们可以预报明天80%下雨，但临到头来也可能一滴不下。预言也是如此，也许在某种时间线上灾难会发生，但人类社会每天都在变化，也许做了一件谁都没注意的小事，就蝴蝶效应般的改变了走向。预言家可能没预料到那些变量，所以预测落空。有人把预言比作给未来拍下的一张模糊照片，照片上的情景可能会成真，但也可能因为现实中的微小改变而不再出现。同样的预言放在不同背景下，结果也会不同。比如古代预言瘟疫来临，人们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但现代医学发达，预言的瘟疫也许因及时研发疫苗而被扑灭于萌芽。预言家看到的也许只是未经人为干预的未来图景，可我们人类并非袖手旁观的对象，而是在不断改写未来。因此预言有时像瞎猫碰上死耗子，撞上了未被改变的那个结局，有时则因人事演变，未来改道，预言自然不准。综上所述，预言的准与不准，既有预言家主观上的原因、能力水平、表达方式、心理压力，也有客观现实的作用，人们的反应、社会的干预、随机的巧合。与其说预言描绘的是确定的未来，不如说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可能性的醒。那么问题来了，预言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那些关于灾难的预警呢？当我们听到各种末日预言、灾难警告时，可能会产生2种极端反应，要么嗤之以鼻，全当笑话，要么深信不疑，开始恐慌。但其实，预言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神秘莫测，而在于它能提醒我们居安思危。就像普莱女士自己也说，她预言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有多准，而是为了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减少未来的伤害。所以我们不妨把预言当作一种特殊的提醒，看待自然变化和危机，意识上多一分留心，总不是坏事。首先，预言往往促使我们关注自然的细微变化。现代人生活忙碌，很多时候忽略了对环境的观察。然而那些预言家常常是敏感的观察者，他们注意天象、动物异动、气候异常等等，从中推测可能的灾难。虽然我们不一定相信他们的超自然感应，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对自然的敏锐。例如，地震前动物会不安，气温、水位异常等。其实科学也承认某些前兆存在。如果我们平时多留意身边这些信号，或许在灾难来临前能提前避险。预言提醒我们，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对大自然永远要心存敬畏。其次，预言让我们反思应急准备是否充足。不管预言准不准，防灾措施该做还是要做。就拿这次泰国女预言家警告的洪水和火山来说，如果相关地区政府和居民因此提前做了准备，那即便灾难真的降临，伤亡也会减少。如果最后没发生，大伙儿也不至于因准备了白白损失什么。本来有些人可能从没想过准备地震包、备用水粮，但看了预言后心生警惕去做了，这总比事到临头两手空空好吧。对普通观众而言，不妨以此次预言热潮为契机，检查一下自己家的防灾物资，手电筒、干粮、饮用水、急救药品、收音机等等是否备齐，居家逃生路线是否心中有数。这些准备也许永远用不上，但一旦需要，就是救命的东西。预言给了我们主动做好防范的机会，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强。再者，预言中的灾难往往是全球性的，强调了国际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比如
预言提到南海冲突、跨国洪水、火山影响邻国等，说明天灾人祸往往不止一国之事。当我们意识到全球将遭殃的可能，就更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应对挑战。预言虽然来自民间奇人异事，但它提示的危机可能需要动员科学家、政府间的协调才能化解。以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为例，若没有全球减碳行动，未来确实可能像预言般灾难频仍。这时预言的意义在于敲响警钟，促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彼此帮助，共同改变未来。对个人而言也是一样，知道了可能的危机，邻里之间、社群之间提前商讨互助计划，在灾难中才能更好地自救他救。毕竟再厉害的预言家也无法替我们承受灾难，真正能减少伤害的还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精神。最后，预言带给我们的还有一点谦卑与希望。谦卑的是，我们承认人类对未来的了解依然有限，再厉害的科技都难100%预测天灾人祸，何况是几位预言家。但同时希望在于，未来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个选择都可能改变明天的命运。预言预示的未来也许可怕，但正因为提前看见了黑暗，我们才有机会点亮灯火去驱散它。预言的价值不在于让我们绝望，而在于让我们有所准备地迎接希望。当我们有备无患，灾难来临时就不再只是惊慌失措。当我们团结互助，哪怕天塌下来也能一起扛。总而言之，对待预言，我们既不要盲从迷信，也不要一概嘲笑，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信息来源，理性分析，做好该做的准备，然后坦然面对未来。毕竟，比起预言本身是否灵验，我们如何行动才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2025年，接下来是福是祸还未可知。也许泰国女预言家的警告会在某些程度上实现，也许不会。但无论如何，我们从中学到的是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与其坐等预言成真，不如现在就去关心一下环境和身边的人，多做一些积极的准备和改变。未来或许充满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面对灾难，冷静准备，守望相助，永远是我们应对未知最佳的预案。希望所有的可怕预言最终都只是假警报，但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迎接风雨的准备。让我们带着希望与警觉，迎接2025年接下来的日子吧。安全第一，心态第二，该来的总会来，但我们绝不束手就擒。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不知道各位对这些预言怎么看呢？不管预言是否成真，记得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留意自然的声音。我们一起期待风调雨顺，但也不惧怕任何风浪。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谨记希望不灭，未来就在我们手中。黑沉沉的凌晨4点多，大地突然一阵剧烈颤抖，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海岸边的警报声划破夜空。只见远方海平线上出现2条巨大的水龙，如同神话里的巨龙在汪洋中盘旋。一瞬间，海水疯狂退去，紧接着一座遮天蔽日的巨浪朝陆地扑来，高达数十米的海啸吞没了沿岸的一切。当巨浪退去，人们惊愕地发现，日本、台湾、香港、菲律宾之间竟然出现了一大片新生的陆地，把这些地方连成了一体。这不是灾难电影的剧情，而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预言场景。传说中，在2025年7月5日，人类将迎来一次颠覆性的大事件。到底这天会发生什么？末日浩劫真的要来了吗？还是说这只是又一次耸人听闻的谣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抽丝剥茧，揭秘这个悬疑预言背后的种种传说和真相。其实，人类对末日的恐惧从古至今从未停歇，给末日圈定一个日期也不是第一次了。回顾历史，每隔一阵子就会蹦出个世界毁灭的说法，闹得人心惶惶。比如上世纪末，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一段诗曾被解读为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不少人担心99年的7月世界将遭浩劫，结果啥也没发生，虚惊一场。再比如千禧年危机 Y2K， 大家担心2000年电脑故障导致灾难，最后也平安度过。还有玛雅历法在2012年12月21日结束的说法，当时全球无数人以为2012年是世界末日，结果地球照常转动。
一方面，这些例子让我们知道末日预言多半是谣传，但另一方面，每一次预言虽然没有成真，却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内心真切的焦虑与不安。那这次呢？为什么2025年7月5日这个日子会突然变成热门话题，甚至让许多人信以为真？这股预言热潮表面上看来荒诞，背后却有着多股力量推波助澜。从日本民间的奇异漫画，到国际知名的神秘预言，再到网络上各种离奇传言，居然众口一词地指向同一个时间点。更奇的是，这些预言很多还和我们华人世界息息相关，甚至点名了台湾和香港。难怪有人开始动摇，莫非今年真有什么不寻常的大事要发生？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不妨先来看看这些传得沸沸扬扬的预言内容到底说了些什么玄乎的事儿。这场7月大灾难，传闻中日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引爆话题的源头之一，就是一位日本漫画家在梦中看到的可怕景象。这个漫画家名叫龙树亮，他的一本作品《我所看见的未来》记录了自己从70年代起陆续做的一系列预知梦。别看这只是漫画，里面的梦境预言可不简单。据说龙树亮曾经在梦中看见了许多未来的大事件。举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他曾梦到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莫丘利离世，结果后来 Freddie 真的在1991年因病去世。他还梦到了戴安娜王妃的不幸事故，结果1997年戴安娜果然离开人世。更厉害的是，1996年3月的一天，龙树亮梦见某个不知名的沿海地区发生超大地震和海啸。这个梦他当时没完全理解，直到15年后的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日本大地震，也就是311大地震。时间、场景竟与他漫画中画过的311日期相符，一时间他在预言界声名大噪，仿佛现实版的樱岛婆婆，日本传说中能预知未来的预言家。不过龙树亮本人倒是相当冷静，他后来解释说，其实漫画中描述的大地震场景很可能并不是311，因为在那个梦中，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穿着夏天的短袖衣服，而311大地震发生在早春3月，而梦里海啸的高度和破坏力远超311时的规模。这意味着龙树亮梦里遇见的大灾难也许还没到来，那会是什么时候呢？线索藏在他漫画的一页神秘插图中，上面赫然写着2025年7月5日大灾难。是的，这本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就已经将2025年定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当年大家对这个日期没多大概念，可如今2025年近在眼前，这预言重新被翻了出来，引起热议。龙树亮当年的漫画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详细说明灾难内容。然而更离奇的是，2021年7月5日这天，久未露面的龙树亮声称自己再次做了同样的梦，仿佛命运在提醒他，亲眼在梦境中见证了那场未来的大灾难，全程画面历历在目。据他描述，梦境中他的视角漂浮在空中，就像灵魂出窍一般，俯瞰着西太平洋上空。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广阔的海域正中央，海面突然发生巨大爆炸，似乎是海底火山或其他能量引发的剧烈冲击，深海中的岩浆随之喷涌而出，染红了海水。爆炸引发了强烈的地震，整个洋面天摇地动。紧接着，一道40公尺高、约18层楼高的特大海啸在海豹处生成，并以惊人的速度朝四周扩散。日本沿岸首当其冲，巨浪瞬间袭击了城市港口，台湾东部、香港沿海、菲律宾北部等地也难以幸免。海啸横扫之下，海岸线一片狼藉，然后场景更超现实的一幕出现了。随着海啸退去，龙树亮看见一块庞大的陆地从海底隆起，这片新生的土地将日本、台湾、香港、菲律宾等地的陆地连接在一起，仿佛太平洋西岸建了一座覆盖东亚的新大陆。梦境最后，龙树亮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葬礼也在同一时间举行，也就是说，他预感自己在那场灾难中丧生。这个梦的细节听得人背脊发凉。龙树亮相信，梦里显示的灾难时间就是2025年7月5日清晨5点左右，日本时间。换算之下，对我们台湾、香港来说，
大约是7月5日凌晨4点多，难怪网络上有传闻特别提到7月5日凌晨4点18分，这样精确的时间点，把人吓个半死。当然，这只是坊间以讹传讹的2次创作，龙树亮并没有给到分钟这么细，但日期与清晨时段是他强调的。不少人推测，他的预知梦也许预告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地震，可能震央位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海域，引发火山与海啸连锁灾变，甚至造成地壳隆起。由于梦中描绘的新土地将香港、台湾、日本都连在一起，等于暗示灾难范围覆盖整个东亚。难道真会有毁灭式地震把东亚地图都改写了？一时间，这个漫画预言让许多网友细思极恐，纷纷上网热议。日本漫画家的梦境预言本就够劲爆了，更令人啧舌的是，不约而同有许多其他预言消息也指向2025年是多灾之年，而且这其中不少还和台湾、香港有关，更加深了大家的关注。先说日本本土，除了龙树亮这位梦见未来的女人，民间还有一些奇人异事也提出惊人预警。例如日本网络上流传着所谓2062年未来人的帖子，相传这位神秘人声称自己来自公元2062年，通过时间旅行回到现代发布资讯，一听就很科幻，对吧？但偏偏这号人物在日本论坛多次准确预告重大事件，例如2011年311地震前，他据说就有暗示过日本将有大灾难，事后更让人半信半疑。于是当他警告2025年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件，日本也难以幸免时，还真引起了一阵轰动。这几年2062未来人的言论多次登上社群热搜，引得许多人转发讨论。他没有明说事件内容，只表示届时世界格局会受冲击。由于龙树亮的漫画预言爆红，让不少人联想，未来人说的会不会就是龙树亮梦中的那场地震海啸？两边一联想，感觉更加毛骨悚然。香港这边呢，一向对玄学、风水很有研究。当日本盛传7月将有大地震后，香港不少堪舆学家、师傅们也出面发表看法。著名风水师苏明峰就直言，东北方不宜前往。对香港人而言，东北方正是日本和台湾的位置。苏师傅隐晦地建议大家最近不要往那方向旅游，以免碰上什么不测。但有趣的是，他自己却坦言已经订了4月和7月去日本的机票和酒店。他笑称很难算到准确日子，言下之意，预言难免有误差，所以该玩的还是要玩。这操作也是让人哭笑不得，既提示危险又不忘旅行。另一位玄学家杨天命师傅在节目上提醒，2025年7月日本可能发生天灾，提高警觉。吴佩孚师傅也说，日本在7月或会出现异常状况。戚师傅，香港另一位网红预言家，更是直接预测2025年将有严重大海啸、大地震，奉劝大家4月后避免前往东北方的地区。这几位香港师傅各有名气，如今口径惊人的一致，纷纷点名今年中后期日本恐有大难，这让传闻的关注度一下子升温了好几度。毕竟香港的师傅们平时预测股市风水都挺灵验，现在集体唱衰7月日本运势，难免让人心里打鼓。除了专业师傅，各路网友们也没闲着，在论坛、微博、脸书群组上，许多人分享自己曾做过类似的可怕梦境。有的人梦见东京被巨浪吞没，有的梦见台湾东岸出现18层楼高的海啸。巧的是，场景都惊人类似，一场超级海啸袭击东亚沿海，和龙树亮漫画的描述几乎如出一辙。有人称自己完全不知道日本那本漫画，却几年前就梦过一模一样的画面，现在看到预言消息才后怕不已。这种集体做相同噩梦的现象，让爱好神秘学的人觉得，是不是集体潜意识在发出警讯？也许某种未来灾难的信息已经在我们大脑间共享，只是以梦境形式浮现。然而，心理学专家则有另一套解释，他们认为这更可能是人类受资讯影响的结果。当龙树亮的可怕预言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大众内心留下深刻印象，进而在睡梦中脑补出类似的景象。所以，看似巧合的相同梦境，其实可能是大家都看了同样的新闻或帖子造成的心理暗示效应。究竟是人们真的预知了未来，
还是纯属自己吓自己，这就见仁见智了。迄今为止，我们谈的大多是有关自然灾害的预言，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等。然而，放眼国际预言圈，有些大神级的人物给2025年的劫难下的定义不太一样，甚至更宏观可怕。来自保加利亚的盲眼女预言家巴巴万加，被称为龙婆，据说生前留下了5000多年后的预言清单，命中率号称有80%之高。她的预言涵盖各种领域，从911恐怖袭击、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到英国脱欧等等，传言都曾言中，因此他的信徒也很多。根据巴巴万加的说法，2025年将是世界末日开端的一年。他预示在2025年前后，人类历史会进入一个极为黑暗的阶段，特别是会有2个欧洲国家爆发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如果局势失控，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毁灭性的后果。也就是说，第3次世界大战或将在此时酝酿。不过万加也说，人类不至于立刻灭亡，真正世界末日要到5079年才降临，听起来还留有一线生机。虽然2025爆发世界大战听上去令人难以接受，但结合近年来国际局势，欧洲确实不太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从2022年开始，打得难解难分，已经是2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冲突。如果再有其他卷入，真的可能往万加说的方向发展。所以他的预言也让人冷汗直流。灾难不一定来自自然，战争带来的人祸同样可能把世界推向末路。再看西方最知名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他虽然远在16世纪，但很多人相信他的诸世纪诗篇隐含了后世的天机。对于21世纪20年代，许多解读认为诺查丹马斯也提到了瘟疫和战乱。有人将他诗中模糊的语句对照当今，发现惊人的巧合。2020年前后全球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可不就是现代版的瘟疫吗？而各地的紧张局势，某些政权的崩解，也似乎与他的预言隐约契合。更有传言说，诺氏预言里提到一个帝国的毁灭，这到底指哪国不得而知。但不少人议论纷纷，难道是美利坚帝国，还是中华帝国，亦或某传统欧洲强国？总之，天下大乱似乎是某些预言家眼中2025年前后的主题之一。听完这些，你可能会问，那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啊？怎么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这正是作迷离之处。有趣的是，无论是预言地震、海啸的，还是预言战争、瘟疫的，大家都指向一个共同点：人类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与改变。也许预言家们各自描述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自然灾害也好，社会动乱也罢，终究是一场对人类文明的严峻挑战。说到预言，不能不提近年在亚洲网络上走红的一位印度神童，他的名字叫阿南德，被媒体称作预言少年。他本来是学习印度占星术的学生，在疫情前曾发布视频，成功预警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发，一下子吸引了不少关注。虽然也有批评认为他的预言有马后炮和模糊解读的成分，但不可否认，他的言论每每成为话题。这位阿南德对2025年的未来也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他结合印度占星术推算，指出从2024年末到2025年上半年，土星与月亮北焦点相会，天象显示水域相关的地区可能出现灾难。他曾在出席一场区块链峰会时预言，2025上半年南海附近会发生3大事件：第一，可能爆发区域性的武装冲突；第二，会有严重天然灾害；第三，甚至出现类似种族灭绝规模的可怕事件。听起来相当惊悚。阿南德进一步点名说，最先出事的地方就是南海，或将发生大型海底地震并引发海啸等灾害，同时也不能排除军事冲突在此区域打响的可能。南海这个地理概念对我们很熟悉，大致就是菲律宾、西台湾、台湾海峡以西靠大陆一侧的南海以及南方沿海一带。如果这里出现强震，台湾、香港周边无疑会受到波及。事实上，就在不久前，2025年3月下旬，缅甸中部刚发生了一场规模 7.7 的浅层强震，泰国、云南等地都有震感。有些人就担心，这会不会是东亚板块活跃的前兆？一连串的征兆汇集起来，更让人忧心忡忡。值得注意的是，
科学界对南海和西太平洋地震的风险评估其实也有提高。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在今年2月发布的最新研判指出，未来30年内，日本西南沿海附近的南海海槽对日本也有个称为南海的海沟，即从九州到菲律宾一带的板块隐没带发生8级以上特大地震的几率高达 75% 至 82%， 比之前评估值又上升了一点。这并不是说2025年就一定发生，但显示出那片区域本身确实累积了相当的地震能量，具备随时爆发强震的可能性。所以从纯科学角度看，日本和台湾一带未来若干年有大震并不奇怪，只是无法精确到哪一天而已。阿南德关于区域武装冲突的预警也引起联想，南海附近有哪里可能打起来呢？熟悉时事的人很容易联想到台海局势。近年来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博弈日趋激烈，各方军演频繁，甚至有西方军方人士放话2025年前后可能爆发台海战争。虽然这还只是推测和风险评估，但如果对照预言，就像给那传言又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试想，万一在某个时刻，自然灾害和地缘冲突不幸撞期，那真是双重灾难，雪上加霜的剧本。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吧。除了地球上的人祸天灾，有些预言目光投向了天空，把焦点放在宇宙中的异象，甚至牵扯出外星文明。在各种版本的2025预言中，还夹杂着这样一条传闻：蓝星将现人类步入新纪元。这说法源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霍皮族印第安人的古老预言。霍皮族的长老们世代相传着9个预兆，其中最后的标志就是天空出现一颗蓝色的星 Blue Star Kachina， 蓝星之神起舞于天，预示着旧世界的结束与新人类时代的开启。听起来充满神秘色彩。某些预言文章宣称，霍皮族的蓝星将在2025年出现，引发一场天降浩劫与随后的新生。巧合的是，日本有个农民作家木村秋泽，他写过《神秘的苹果》这本书，自称曾被外星人带上飞船。外星人警告他，地球将在2025年遭遇灾变，天空会出现一颗绿色的星接近地球，引发巨大的自然灾害。绿星、蓝星虽然颜色说法不同，但不约而同指向有星来临，似乎是在说陨石或者彗星接近地球。回想龙树亮梦里那场海底大爆炸，若不是地震火山，会不会正是一颗太空来客坠入海洋所致？如果真有大陨石撞击，引发的海啸完全可能达到可怕高度，所以也难怪有人把预言解读往这方面靠拢。更直接的说法来自一位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宝江邦夫博士，他声称掌握某国太空机构的绝密资料，计算表明2025年7月5日凌晨，一颗大型陨石将撞入菲律宾海域。此消息一出，更是石破天惊地对上了龙树亮的剧情。虽然正统科学界并无此发现， NASA 等官方机构也从未发布类似警报，但阴谋论者们反而笃信不疑。他们不说，只是怕引起恐慌。甚至网上有人谣传 NASA 早就偷偷承认7月5日有陨石会击中地球之类，当然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不过话说回来，2025年前后正值太阳活动高峰期，也就是第25太阳周期的极大期。天文学家预计那时太阳黑子和耀斑频繁，可能出现超强太阳风暴。有科幻说法认为，一场毁灭性的太阳耀斑可能摧毁地球的电力和通讯系统，引发文明瘫痪。虽然这种概率非常低，但在网络上也成了流行的末日题材，不少 TikTok、抖音短视频都渲染2025年致命太阳风暴将让我们退回石器时代之类，博得眼球。甚至还有人脑洞大开，结合了上述种种元素，编织出一个剧情跌宕的科幻故事版本。据称，有位神秘人通过冥想接收到画面，在2025年夏天，一串小行星碎片雨降落地球，其中一大块坠落在日本附近海域，引发火山和海啸，就像预言说的那样。但千钧一发之际，外星高等智慧驾驶宇宙飞船现身，帮助人类抵御最致命的冲击，救了不少人。随后外星人还现身指引人类走向新的文明阶段，这情节宛如电影《降临》《明日之战》的综合体，
把预言、陨石、外星都搅和在一起，让人哭笑不得，又不禁暗暗期待。要是真拍成电影，看起来一定很过瘾吧？显然，网络时代的寓言传说已经不像古代那样正经八百，他们常常被年轻人当作都市传说、创意素材来二次创作。一时间，有关2025年7月大事件的脑洞剧本漫天飞，有说届时人类意识将集体升华，开启灵性觉醒，有说将有神秘组织实施全球性的大阴谋，以重置世界秩序。甚至还有人把这预言跟复仇者联盟情节对号入座，戏称到时灭霸弹指。面对网上一堆真假难辨又荒诞离奇的内容，普通人难免既好奇又困惑。聊了这么多预言与传说，冷静下来，我们还是得问一句，这些东西到底靠不靠谱？毕竟预言不是科学，它更多反映的是人们的想象和恐惧。让我们回到现实，用理性角度看看。首先，精确预测地震日期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全球顶尖的地震专家也无法提前几年就锁定某天会出大震。台湾前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主任郭凯文女士就明确表示过，龙数量梦境里那种大规模板块运动，从地质学看几乎不可能。地球板块的运动固然会造成地震和地壳变形，但要一下子隆起一块连接几国的陆地，那得是多夸张的能量。恐怕只有恐龙灭绝级别的小行星撞击才能办到，而那基本相当于毁灭世界了。更何况，目前并没有任何天文监测发现2025年有此级别陨石来袭。NASA 所掌握的近地小行星名单里，近期没有对地球构成高风险的对象。就算真的有不明天体突然袭击，靠人类现有科技也许很难拦截，但至少我们的望远镜应该早就看到了苗头，不至于毫无预警。那些所谓陨石撞击情报被隐瞒，更多是阴谋论罢了。至于龙数量过去的那些梦，有些确实巧合应验，但也有不少尚未发生。例如，他梦过富士山大喷发，至今未成真。他本人也在漫画连载完毕后，便封笔退出漫画界，再无更多预言作品产出。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他的梦是真有预知能力，还是只是巧合和选择性记忆。往往人们只记得他说对的部分，忽略没对上的部分。再看那些战争与疫病的预言，其实也属于常识范围的推断。我们处在动荡的时代，大国博弈、气候变化、新兴病毒，任一条发展下去都可能带来大麻烦。预言家们或许只是敏锐地察觉了某些趋势，然后讲得夸张些，引人注意。如果不巧言中就成了神话，说不准也没人会一直追究。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流传数百年，就是因为他的文字晦涩广泛，怎么解读都行，才给后人源源不断的灵验案例。88万家的预言多是后人转述，真伪难辨，而且网络上充斥着不同版本，无从考证。阿南德小朋友呢，虽然他努力研究占星，但之前也有几次预言不准确的记录，比如他预言疫情在2020年冬会结束，结果后来又冒出变种病毒继续延烧，所以对他的话我们听听就好，不必奉为圭臬。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我们理性上觉得这些末日传闻不可信，心里难免还是会受到一丝影响。这就是预言的有趣之处，它抓住人类对未知未来的恐惧与希望，我们宁可信其有，也不愿冒险掉以轻心。比如香港就有不少市民因为听闻7月灾难传闻，干脆暂缓了今年暑假去日本旅行的计划，宁愿改期或改地点。有旅行社反映，今年复活节档期的日本旅行团报名人数比预期少了很多，可能就是受网络谣言影响。可见，即便大家嘴上说不信，但行动还是诚实的，以防万一，我躲一下总没错嘛。面对传言，我们最佳的态度是保持谨慎但不恐慌。就像有气象预报说某日可能台风登陆，我们也不会完全不当回事。与其坐等谣言自动破灭，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提醒，提醒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好了防灾准备，家里的紧急避难包有没有备齐，平时在海边、高楼时知道遇震遇浪该如何自救吗？这些倒是实实在在能够准备的。毕竟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没有预言那么贴心提前通知，我们更怕的是那些没被预言却突然袭来的灾祸。就像1999年大家吓得要死，结果什么也没有，
反而2011年311大地震来临前，完全没人料到。历史给了我们太多教训，真正的灾难常常发生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刻。所以，把眼光只盯着一个传说中的日子，或许并不明智。更重要的是，长期提高防范意识，珍惜当下每一天。随着时间逼近，2025年7月初，全世界许多人也许会悬着心关注那几天。然而，我们完全无法确知到时会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如果什么也没发生，一场虚惊过后，人们也许会松一口气，一笑置之，将这预言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就像过去那些没实现的末日预告一样。如果真的发生了某些异常事件，哪怕规模没有传言那么夸张，比如日本哪里火山小喷发，海域出现中等地震等等，恐怕也会引发轩然大波，成为预言爱好者新的谈资。你看，还是中了。甚至即便平安无事，也不排除有些人会脑补阴谋，是不是人类集体的祈祷改变了命运，还是预言传出后有人采取了行动避免灾难。总之，结果如何都会有不同解读。预言的魅力和谜团就在于此。更深一层看，这些林林总总的预言与传闻，或许是对我们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内心的渴望与恐惧。有的人相信天启降临，是希望现有的不公或烦恼能在巨变中被洗刷，有新的开始。有的人谈论末日，实则是担心环境恶化，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希望借预言之名提醒世人居安思危。因此，预言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正如那位画家寿震在非洲听闻的预言，与其恐惧末日，不如学会与自然共生，爱护自己和他人，培养内心的强大和平和。龙树亮梦中的新大陆，把东亚众岛连成一片，这画面或许也有象征意义，也许暗示灾难过后，人类将迎来空前的团结与重生，国与国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共同面未来。不管预言成真与否，这种对人类反思与连结的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最后，我们不妨怀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预言毕竟是预言，真正的未来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与其坐等某天审判日降临，不如脚踏实地为社会和地球做点什么，减少战争冲突，爱护环境，加强防灾意识，让末日预言永远只停留在故事里。当2025年7月5日的太阳升起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人们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一切安然无恙的景象。而经历了这场全球范围的预言风波之后，我们或许会对彼此、对地球多一份珍惜与改变的决心。预言让我们提问，但答案要靠我们共同创造。至于那天会不会有奇迹或灾难发生，就留给时间去揭晓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同时也珍惜当下，因为每一天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大事件。炎热的2025年7月，一场诡谲的宁静笼罩在菲律宾海上空。清晨时分，渔民正划着小船出海，四周的海水像镜子一样平静，甚至连海鸟都异常安静。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抬起头，眉头微皱。今天的海静得有点不对劲。话音未落，大地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远方海平线突然出现了隆起的水墩，仿佛海底有巨兽翻身而过。随着几声巨响，海面开始剧烈翻腾，浪花无预警地狂飙而起，一堵高耸的水墙正在成型，正朝着菲律宾群岛和整个太平洋沿岸扑来。这并非灾难电影的片段，而是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海啸的想象画面。有人声称，这样毁天灭地的场景很可能就在2025年的夏天上演。但这究竟是耸人听闻的预言，还是有科学根据的推测？让我们从头说起。故事要从一位日本漫画家龙树亮说起。早在1990年代，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所看见的未来》的漫画，记录了自己在梦中遇见的未来景象。听起来颇为玄幻，但他之前的梦境预言中有好几件竟然应验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也就是造成福岛核灾难的那场 9.0 级大地震与海啸。由于这件事，他的预知梦开始受到关注，而在他的梦中还藏着一个更骇人的场景，真正的大灾难将发生在2025年7月。
根据龙树亮的描述，1998年他隐退后赴印度旅行时，梦到了未来的大灾害。梦里，他以上帝视角俯瞰地球，目睹日本南方的太平洋海域像滚烫的汤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气泡。随即，砰的一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突然炸开。接着，可怕的一幕出现了，海底的土地被剧烈的力量顶起，海水被推向四面八方，形成巨大的海啸，向太平洋周边各国扫荡而去。他形容那海啸足有2011年日本海啸高度的3倍，也就是将近100尺高的巨浪。在梦中，日本太平洋沿岸有将近1/3的土地被海啸吞没，而剧烈的地壳变动使得土地隆起，甚至仿佛让香港、台湾、菲律宾都由新生的陆地相连在一起了。龙树亮还看到2条巨大的龙朝着海底爆发点游去，这神秘的一幕让他百思不解。醒来后，他将这些景象画进了漫画里，作为对未来的警示。到了2021年，他在新版漫画中再次强调了这个2025年7月的大海啸预言，甚至圈出了灾难可能发生的范围，以日本、台湾、印尼的摩罗泰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连线，形成一个钻石形区域，暗示阵中可能位于这片区域的中心。按照他的梦境，日本、菲律宾、印尼、台湾、大陆沿海、关岛、帛琉、韩国等整个西太平洋周边都难逃此劫。梦境的最后，他留下一句话：重要的是，我们要为灾难做好准备。这句话像是给现实中的我们一个忠告。如此耸人听闻的预言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许多讨论。有人惊恐地发现，龙树亮曾准确预言311大地震，担心这次预警成真。也有人质疑这不过是巧合或以讹传讹的都市传说。毕竟一次地震海啸就让陆地隆起连接多国，听起来近乎世界末日的情节。不管怎样，2025年7月这个日子因为预言而蒙上神秘色彩。我们不禁要问，菲律宾海深处真的孕育着如此毁灭性的能量吗？为了探寻答案，我们得把目光从传说转向脚下的地球本身，了解菲律宾海域的地质秘密。传说中的巨龙也许并不存在，但在我们脚下，地壳板块就如同沉睡的巨兽，时不时翻个身就能撼动天地。菲律宾海所在的位置可是地球上最复杂、最活跃的构造交界处之一。想象一下，地球表面被划分成几个巨大的拼图板块，它们并非静止不动，而是每年以几公分的速度在移动。别小看这每年几公分的位移，当2个板块碰撞挤压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累积的应力相当于几米甚至几十米的错位量，一旦释放就是惊天动地的地震。菲律宾群岛正是坐在好几块板块交汇处的夹缝中，难怪地震频繁，就像置身地质版的龙争虎斗现场。具体来说，菲律宾群岛以东的广阔海域就是名字来源的菲律宾海板块所在地。这块板块的边缘几乎被其他板块包围夹击，在它的东侧和东北侧，强大的太平洋板块正以每年数公分的速度向西推进，无情地钻到菲律宾海板块下方，形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几条海沟，包括伊豆、小笠原海沟和马里亚纳海沟。没错，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马里亚纳海沟，地球最深处深达11公里的海洋深渊。这些海沟仿佛海底的巨大伤痕，标志着板块交界的隐没。太平洋板块在这里向下潜没，引发频繁的地震和火山活动。所幸，由于某些地质原因，在这些东侧隐没带上反而没有记录过超过8级的大地震，大部分能量可能通过不断的小震慢慢释放了。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毕竟太平洋板块如此庞大，又推挤迅猛，理应可能引发特大地震。但是根据观测，马里亚纳海沟一带过去100多年来并没有发生过规模8以上的超巨震。科学家推测，那里板块交界锁得不紧，滑动顺畅，反而不容易憋出惊天一击。当然，这并不表示那里不危险，频繁的中小型地震和火山依然证明那片海底龙吟不止。然而，菲律宾海板块可不只有东边挨打，它的西侧也不安宁。在板块的西缘，菲律宾海板块又主动俯冲到菲律宾群岛所在的小板块之下。换句话说，菲律宾群岛的东侧边界也有一条巨大的海沟，叫菲律宾海沟，这是菲律宾群岛东岸外海的一条隐没带。
过去也发生过强震。此外，在菲律宾群岛的西侧还有另一套隐没系统，巽他板块从西面往下钻，例如马尼拉海沟就在吕宋岛以西的南海下方，以及再往南的棉兰老海沟等。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疯狂？菲律宾这个国家就像站在双重夹击的两片门板之间，一边是东面的菲律宾海板块推过来，一边是西面的欧亚板块挤过来。更何况北方不远处在台湾一带还有板块彼此碰撞，挤出高耸的山脉，南方在印尼群岛更是火山地震频仍。菲律宾群岛本身也裂缝密布，有一条狭长的菲律宾断层纵贯群岛，把压力在陆地上转嫁成一次次内陆地震。由此可见，整个菲律宾海域和周边地区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地震百慕达。板块边界犬牙交错，储存的地壳能量可想而知。当板块积累的能量足够大时，就会以地震的形式猛然爆发。而如果震源在海底，剧烈的海底位移还会把海水掀起巨浪，形成海啸。地震与海啸其实是一体两面，地震是大地的呐喊，海啸是海洋的回应，特别是在隐没带，也就是一个板块插到另一个板块下方的边界处，最容易发生所谓的巨震。巨震往往超过8级，发生时断层面往往急剧抬升或沉降几米甚至10几米，把上方整片海水推出去，便可能引发毁灭性的海啸。环太平洋地区俗称火环，历史上著名的海啸这样的板块隐没带巨震有关。现在我们就站在菲律宾群岛东岸的大海边上，设想如果此刻脚下的菲律宾海沟或附近隐没带出现大规模断层错动，海面会是何等景象？刚才那位老船长的噩梦或许就要成真了。为了判断预言中的灾难有多大可能发生，我们需要回顾历史上这片地区发生过哪些类似的事件。毕竟大地本身就记录着过往的灾难痕迹。我们不妨翻开地球灾难记事本，看看菲律宾海域和附近的前辈们那些发生在过去的强震和海啸。首先来说日本，作为菲律宾海板块北边的邻居，日本群岛可谓噩梦频频。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毁灭了东京和横滨，一瞬间城市化为火海，超过10万人罹难，那是近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地震之一。这场地震发生在日本相模湾附近的板块隐没带上，剧烈摇晃之外也引发了局部海啸。不过1923年的灾难在后来竟显得相对黯然，因为日本在2011年经历了更恐怖的一幕。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达到瑞士 9.0 级巨震，释放的能量之大相当于数十颗广岛原子弹。地震引发的海啸高达10多米，在宫城、福岛沿岸肆虐，把大片城镇吞没，约1点丧生或失踪。海啸甚至越过太平洋，波及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北美西岸和南美。311大地震让世界目睹了板块碰撞威力的冰山一角。日本本州岛被整个推移了数公尺，部分地区地面沉降了1米有余。这场惨剧也说明，环太平洋地区任何地方发生大地震都可能产生跨越大洋的影响。如果2025年在菲律宾海真的出现预言中的超级海啸，日本自己难逃其害，甚至美国西岸、澳洲都可能观察到一场海浪。正如2011年智利外海的 9.5 级大地震曾经让日本海岸遭受数米高的远程海啸一样。再把目光转向菲律宾本身，菲律宾历史上也多次被强震撼动，其中不少就与我们讨论的板块隐没带有关。1976年8月16日午夜时分，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近海的莫罗湾发生了约 8.0 级的大地震。强震发生在深夜，大多数人都在熟睡。震后几分钟内，高达5到8米的海啸就扑向了棉兰老岛南部和周边沿岸，猝不及防的人们在黑暗中遭遇滔天巨浪。这场灾难造成超过4000人丧生，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直到今日，年长的菲律宾人谈起莫罗湾海啸之夜仍心有余悸。这次地震与海啸的发生地点正是菲律宾西侧的隐没带之一棉兰老海沟系统的活动。它提醒我们，菲律宾附近的海沟确实有能力引发致命的海啸。另外一次让菲律宾人难忘的强震是1990年北吕宋岛大地震。尽管震源在内陆，没有海啸威胁，
但猛烈的摇晃造成山体崩塌和建筑倒塌，夺走1600多条生命。这次地震之后，马尼拉大楼摇晃的画面和地裂天崩的景象成为警示，促使政府加强对地震的防范。同样地，台湾在1999年的集集大地震也造成严重破坏。台湾本身位于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交汇处，地震频仍。虽然那次是陆地断层活动没有引发海啸，但台湾也并非没有海啸史。1867年基隆外海发生强震，引起近海山崩，激起的巨浪袭击基隆港，传说浪高达7公尺，把海边的居民和房屋卷走不少。这说明在我们讨论的这片西太平洋区域，各种灾害事件都曾上演，哪怕局部的断层活动也可能引发毁灭性海啸。当然，不能不提整个亚洲近代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海啸事件— 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震源虽然不在菲律宾海，但那场9.1级的大地震引发高达30公尺的巨浪，席卷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沿海，导致超过23万人遇难。巨浪甚至传播到非洲东岸，跨越了半个地球。这一事件向世人展示了海啸无远弗届的破坏力，也狠狠地敲响了防灾警钟。此后各国开始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加强沿海居民教育。菲律宾也意识到自己处于风险中，若在菲律宾海沟或马尼拉海沟发生类似规模的地震，菲律宾自身及邻近的台湾、大陆南部甚至越南等沿岸都可能遭殃。除了地震，本区域还有另一种隐藏 BOSS 级的海啸触发源——火山。对比起地震，火山喷发更难预测。如果是发生在海底的火山大爆发，也能激起大规模海啸。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883年印尼喀拉喀托火山，那次剧烈喷发引发超过30米高的海啸，摧毁了万隆海峡两岸数百个村镇，导致至少3万多人死亡。甚至远在几千公里外的英国都测到了气压异常波动。就在不久前的2022年1月，南太平洋汤加王国的海底火山红阿哈阿帕伊岛猛烈喷发，喷出的火山碎屑直冲大气平流层，引起海面压力骤变，也产生了海啸。虽然汤加距离菲律宾遥远，但那次事件的海啸仍传到了日本、北美沿岸，哪怕高度只有几十厘米到1-2米，也令人啧舌，因为它几乎绕地球半圈传播。火山引发的海啸通常规模没有同级地震那么巨大，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龙树亮在梦里也说了，他不确定看到的海水沸腾是地震还是海底火山或巨大爆炸。如果真是哪座潜伏的海底火山在2025年7月突然发威，剧烈程度堪比神话，那也可能造成预言中所描述的滔天巨浪。不过科学调查显示，菲律宾海板块内的火山多集中在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南方的小笠原群岛一带，它们平时活动虽频繁，但规模有限，要在短时间内造成跨国陆地隆起的压倒性大喷发，基本没有记录可循。除非小行星撞击这类千万年不遇的事件发生，否则火山要达到预言那种让香港连到台湾的夸张效果，实在近乎天方夜谭。纵观历史，菲律宾海临近区域的地震活动非常频繁，强震更是层出不穷。根据地质调查的统计，20世纪以来，菲律宾海板块周边至少发生过7次规模 8.0 以上的巨大地震，规模7级以上的强震更超过250次。这个数字听起来触目惊心，但想想此区域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等等地震多发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数据上看，大约每10几年就会有一场8级左右的强震，在这片板块边缘释放能量。只是规模9级的巨震依然属于极少数的极端案例，100余年来，整个地球也不过出现过几次9级以上的地震。菲律宾海域本身则尚未记录到9级超级地震，既然有尚未，就意味着理论上并非不可能，只是还没在现代观测史上发生过。毕竟地质历史动辄以千年计，我们人类见证灾变的时间窗口或许还不够长，因此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未来这片地区发生超级大震与海啸的可能性有多高？科学家们又是怎么评估的？面对像龙树亮这样触目惊心的预言，科学家们或许不会采用他的梦境分析法，但绝不会对可能的灾害掉以轻心。
事实上，地震学家与风险分析专家们早已对菲律宾海域及周边地震海啸风险进行了长期研究和监测，只不过科学的语言和预言家的语言截然不同，前者强调概率和不确定性，后者则大多斩钉截铁给出时间地点。在科学家看来，说某年某月一定有大震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迄今没有人能精确预测地震的发生时间。地震不像天气那样有周期性或明显的可测指标，我们无法提前几天测出地壳压力指数，然后判定地震将至。板块边界上的压力积累往往是缓慢而隐秘的，临震前兆如果有，也是扑朔迷离。因此，现代科学预测更侧重于长期几率，而非短期预报。以日本为例，政府每年都会召集专家更新各个地区未来发生大地震的概率评估，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南海海槽大地震的几率。南海海槽其实就是日本本州南岸外海，从骏河湾到四国、九州一带的隐没带，属于菲律宾海板块往日本下方隐没的边界。历史记录中，这段隐没带几乎每隔100到150年就会引发一次超级强震，有时还会连锁地在不同区段引发连续地震。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40年代，再往前追溯则有1854年安政南海地震和1707年更巨大的一次联动。如今70多年过去了，南海海槽沿线的能量又逐渐蓄积，科学家算了一笔账，在未来30年内发生规模8到9级南海槽巨大地震的几率高达70%到80%。这可不是无稽之谈。日本政府的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在2022年和2023年接连上调了这个概率，如今甚至说大约80%可能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我们有生之年，日本极有可能再遭遇像311那样，甚至更猛烈的大地震和海啸袭击，只是不确定是今年、明年还是再过20年。但几率摆在那里，这无疑给太平洋西岸地区敲响了警钟。日本当局已经据此制定了各种防灾方案，包括最坏情境下可能发生高达30公尺的海啸袭击高知、和歌山等地沿岸，死亡人数可能数十万的推演，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那菲律宾呢？菲律宾群岛周围也存在几个让科学家担忧的隐没带区域。东面的菲律宾海沟自20世纪以来虽未发生过8级以上的巨震，但并不代表未来不会。还记得龙树亮梦中的2条龙吗？有人戏称，会不会是象征菲律宾海沟和马尼拉海沟这一对东西双龙？如果菲律宾海沟某段长时间没有大地震记录，那可能意味着能量在积累，迟早要以大地震形式释放。事实上，学者们曾在菲律宾海沟北段发现地质证据，显示过去曾发生过巨大海啸冲击菲律宾东岸的事件，很可能是某次大地震所致。另外，西面的马尼拉海沟是更让周边各国专家紧盯的对象。马尼拉海沟从吕宋岛西侧向北延伸到台湾西南海域，被认为自从明朝以来可能就没有发生过全段破裂的大地震，这可意味着刀已经拉满弹簧。有科学团队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过马尼拉海沟发生 9.0 级超强地震的场景，模拟结果显示，吕宋岛西岸将出现10米以上巨浪，海啸在数小时内推向南海周边，可能侵袭中国大陆南部、香港、澳门以及越南的沿海，造成严重破坏。台湾南部和菲律宾其他沿海地区也在波及范围内。虽然马尼拉海沟不属于菲律宾海板块东缘，但它距离菲律宾人口稠密区更近，对菲律宾乃至整个东亚的威胁同样不容忽视。因此，在科学界看来，菲律宾群岛周围有多处潜在的地震引爆点，无论东边还是西边的大海沟都有发生特大地震和海啸的可能。然而，科学评估强调的是可能与几率，而非确切的日期。没有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会告诉你说2025年7月就一定有大海啸。龙树亮的梦境给了一个具体时间，这更像是提供故事素材。但有趣的是，科学与预言在目标上未尝不一致，双方都在提醒公众不要忽视灾难风险。不同的是，预言用极端的场景引人警觉，科学则用实证的数据说明风险所在。比如日本专家提高南海槽地震概率的发布，
其实动机也是让社会提高警惕，提前做好准备，而不是为了危言耸听。对菲律宾和邻近国家而言，与其纠结预言准不准，不如趁机检视一下自己的防灾体系。如果真有一天海啸来袭，我们准备好了吗？尽管理性上我们知道预言未必成真，但不妨开开脑洞，假设真的发生了龙树亮梦中的极端场景，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就当作是一场灾难片的脑内推演。2025年7月某天，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突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变，或许是一连串大地震像骨牌一样从日本南方一直裂到菲律宾北方，甚至连马里亚纳海沟的沉睡巨龙也被惊醒。一时间，能量沿着板块边界连锁爆发，整个菲律宾海板块边缘同时错动，相当于多处发生9级左右地震。海底大片断层面上千公里范围猛烈抬升，海水无处逃逸，只能化作100米高墙向外推进。几乎整个西太平洋盆地的海啸预警系统在震后几分钟内全部拉响，可是许多沿岸地区甚至来不及反应，高墙般的巨浪已经迫近。日本南岸、琉球群岛、台湾东部、菲律宾东部海岸首当其冲，在地震后不到1小时就被吞没，大批建筑物如沙雕般垮塌，人们仓皇向高处逃生。紧接着，波浪通过巴士海峡和台湾海峡拍击中国大陆沿海城市，另一股浪潮越过南海，扑向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群岛，东边的浪涛则传到关岛、帛琉，甚至继续远袭夏威夷和美洲西岸，仿佛整个太平洋的沿岸都在同一天遭遇浩劫。当海啸终于平息，地质学家发现菲律宾海板块有些部分因能量释放而隆起了数十米，海图需要重绘，台湾南端与吕宋岛之间露出新的浅滩，仿佛挡不住的地壳之力硬要在巴士海峡筑起一道桥。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可能与台湾的兰屿相连，南中国海的一些珊瑚礁干脆冒出水面成了新岛屿。这景象真是既熟悉又陌生，恍若远古大洪水后陆地重新排布的场景。等我们惊魂未定地回过神来，环顾四周，发现东亚几国海岸线已被改写，人类文明在海边留下的灯火阑珊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狼藉的新海岸荒原。这大概就是龙树亮笔下那幅毁灭与新生并存的未来画卷吧。听到这里，你也许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同时也会想，这种堪比诺亚方舟洪水的大灾变真有可能在我们时代发生吗？从科学角度看，几乎是极限低概率事件。要实现刚才脑补的那些场景，至少需要一次比1960年智利大地震还强的大地震，甚至不止一次，而是多个超级地震协调同时发生才行。这就好比让多只百年难遇的怪兽在同一地点同时现身，极其罕见。历史上我们从未观测过如此级别的串联灾难，就连地质学推算在数千年尺度内翻过的证据也非常有限。如果要连香港到台湾都地壳隆起相连，那所需的能量更是天文数字。说句玩笑话，比起板块构造，本世纪更可能发生的造成那种规模改变的是大型小行星撞击地球。一颗直径几公里的小行星坠入菲律宾海，倒真有可能掀起几百米高的滔天巨浪，并砸出新的陆地，那场面就不是文明能抵挡的范围了。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人类至少目前没有发现未来几年内有此类小行星威胁。所以可以确定的是，龙树亮梦中那种连海陆版图都改变的末日级灾变，几乎可以排除在人类可预见的现实之外。不管你对预言深信与否，有一点是肯定的，菲律宾海地区确实是地震海啸的高风险带。也许7月5日这天不会发生什么，也许预言只是一场误会，但地球板块碰撞从未停止过。我们生活在这个动荡的地带，就必须具备与之共存的智慧。预言的热议反而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更多人关注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性。毕竟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灾难的无知和毫无准备。各国政府和科学机构已经在行动。日本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和海啸预警网络，在海底布设了密集的地震计和压力计，
一旦监测到海底大震动，会自动计算海啸传播，并迅速发布警报，争取在海啸到达前疏散沿岸居民。菲律宾在经历了多次灾难后，近年也加强了地震局的监测能力，并与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合作，确保在海外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时，及时通知国内沿岸地区。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各自的地震测报中心和海啸预警系统，定期进行海啸演习和地震逃生演练。例如，台湾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地震演习，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则推行年度地震疏散演习，来提高公众警觉。这些努力都是在为迟早可能会来的那一天做准备。正如日本谚语所言，最可怕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忘记上一场地震的教训。只要我们汲取历史经验，做好防护措施，即使真的发生强震和海啸，也能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和损失。当然，我们更希望预言中的7月灾难永远只是漫画情节。7月的菲律宾海依旧风平浪静，渔民可以安心出海。而经过这番探讨，我们也明白了，预言也许不可信，但地质风险却实实在在。与其恐惧未知，不如认识未知，化恐惧为力量。我们应当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既不掉以轻心，也不过度恐慌，日常做好防灾准备。例如了解海啸来临时如何迅速撤离至高处，家中备好紧急生存包，参与社区防灾演习等。如此一来，即便大地突然咆哮，海洋兴风作浪，我们也有更大的胜算，平安度过难关。龙树亮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悬念，而科学的知识则给了我们信心和策略。2025年7月会不会发生惊天巨变？也许不会，但从现在起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更加关注脚下的土地和海洋。无论预言中的巨浪来不来，我们都将更有准备，更从容地迎接未来。毕竟守护家园靠的不只是运气，更是智慧和行动。让我们带着对未知的敬畏，迎接每一个晨曦，珍惜当下的宁静，同时做好面对风暴的准备。这或许才是这场预言带给我们最价值的启示。2025年7月5日，这个看似平凡的日子，最近却被各种传言渲染得异常诡谲。有人说，那一天太平洋深处将发生爆炸，卷起100米高的巨浪吞没岛屿。有人说，科学家早在海底发现了上千个神秘孔洞，似乎在警告着什么。到底这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和发现只是巧合，还是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超级灾变？我们决定潜入这一场传言与真相交织的故事，去寻找7月5日背后的真相。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些关于末日的预言。人类对未来的恐惧和好奇从未停止，从古至今，各种先知和灵异传说层出不穷。还记得玛雅历法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吗？当年许多人心惊胆战的倒数，结果最终只是一场误解。历史上，像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曾留下许多语焉不详的诗句，被后人解读出无数末日景象，吓得大家战战兢兢。其中他的一段诗篇提及1999年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还曾让全球屏息以待。好在那个7月最终平安度过。多数惊天动地的预言往往都被时间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但到了如今的2025年夏天，一连串让人脊背发凉的警示再次流传开来。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来自泰国的女预言家，媒体称她为泰国诺查丹马斯的普莱医生。据说普莱从小便能看见灵异幻象，他提出了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理论，称之为3土3水2火。所谓3土，指的是3场与土有关的大灾难，也就是3次大地震。3水则是3场与水相关的巨灾，例如大洪水或海啸，而2火则预示2场与火相关的浩劫，比如火山喷发或大火。普莱医生警告说，在2025年的上半年到夏季，地球可能迎来这3土3水2火的多重打击。据传，他能透过冥想与神灵对话，甚至自称接收到阎王传达的意象。这些骇人的景象是冥冥中阴间示警的信息，听上去虽悬，但在一些信众眼里，普莱就是末日前夕的报信人。今年春天，一些迹象似乎让普莱的信徒们更加深信不疑。
普莱早先预言过临近泰国的缅甸会发生强烈地震，果然在3月下旬，缅甸与泰国交界就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地震，震波甚至让远在曼谷的高楼摇晃，人们仓皇逃到街头。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普莱还提醒曼谷的居民要提防洪水。他说泼水节前后曼谷可能会有大水泛滥，叫大家把贵重物品都搬到高楼层，以免遭殃。结果在4月中旬，泰国真的出现了异常的暴雨，一些低洼地区淹水，虽不致毁城，但也印证了他所说的水灾迹象之一。更令人关注的是，普莱医生接着把目光投向了远东的海洋。他声称，在夏季的某个时刻，在日本与印尼之间的洋面下，会有一座巨大的海底火山突然爆发，那或许将引发一场海啸，甚至牵动地壳剧烈变动。对照他三土三水两火的预言，这座潜藏在洋底的火山无疑就是其中一个火。如果大洋深处真的喷出炽热的岩浆，不但附近海域将翻江倒海，极可能激起巨浪四袭各国海岸。而普莱的话语中隐隐暗示，这场火山与海啸灾难的时间点就在今年夏天，这让不少网友联想到了那个具体的日期，7月5日。除了普莱医生之外，还有其他来自各地的灵异讯息，让2025年的夏天显得格外不平静。日本有一位漫画家名叫龙树亮，他曾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作品中梦见未来的景象，离奇地预示了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漫画中有一页甚至写着大灾难在2011年3月，多年后真有311海啸应验，令龙树亮的名字一时传遍各地。因为他的梦境与现实巧合的惊人，所以当该漫画在2021年再版时，龙树亮特地在封面留下了一行骇人的预告，上面写着2025年6月5日世界大灾难将发生。根据龙树亮的描述，他曾2度梦见相同场景，在夏日的晴朗天空下，太平洋上空忽然有2条巨龙般的黑影飞向海面，随即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洋面剧烈爆炸，海底出现了一道裂缝，澎湃的岩浆从深处喷涌而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引发高达100公尺的巨浪，巨浪以摧枯拉朽之势扑向四周陆地。他梦中的视角俯瞰整片海洋，只见巨浪过后，日本有1/3的国土沉入海中，而在震央隆起了一块新的陆地，甚至把台湾、菲律宾和香港都连成了一体。这幅画面实在如同末日电影般令人瞠目结舌。梦醒之后，龙树亮坚信那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真实灾变，他将日期清清楚楚地标示出来，提醒世人当心7月5日的降临。这还不是全部，在网络上还流传着所谓未来人的神秘警告，声称来自未来的时光旅人也点出了2025年夏季有重大灾难发生的可能。一时间，从泰国的预言家到日本的漫画家，再到各种灵异梦境分享，都把矛头指向这个炎热夏季，仿佛人类正走向某个剧本早已写好的灾难高潮。有些人开始认真研究地图，推测那座预言中爆炸的海底火山可能在哪里。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7月初干脆请几天假，哪儿也不去，在家最安全。当然，也有理性的人抱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过是新一轮末日流言。究竟谁说的对？或许我们得看看科学上是否有任何迹象能支持或反驳这些末日预警。说完预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现实世界的大洋与大地，或许答案还藏在科学的观测数据中。近期科学界的一些发现，乍听之下竟也和这些灾变传言隐约产生了某种呼应，难怪会引发联想。先从太平洋海底那些神秘孔洞开始说起。美国加州中部外海有一片广袤的海底平原，距离海平面约1000多公尺深。科学家们早在上世纪末就用声呐在那里发现了密密麻麻的圆形凹坑，仿佛月球表面的陨石坑一般。这片区域被称为萨尔海底坑洞场，范围足足相当于整个洛杉矶市的大小。在那里已经确认的海底孔洞超过5000个，每个洞口直径约几百公尺，深度约5公尺。而且在大坑之间，研究人员还发现散布着更多的小坑洞，直径10多公尺的小圆坑多达15000个，密密麻麻布满海床，仿佛蜂巢一般。如此壮观的海底洞穴群曾一度让科学家摸不着头绪。
最初怀疑可能是海底甲烷气体爆发所致，因为其他地区有过海底气体喷出形成坑穴的记录。如果真是气体泄漏，那意味着海底下可能蕴藏着不稳定的能源。但后来取样分析发现，这些洞里并没有甲烷的踪迹。相反，研究显示这些原坑可能是长久以来海底泥流滑动所塑造的特殊地形，就好比海底发生了一次次泥石流，在沉积物中冲刷出一个个圆形的洼地。这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玄乎，可也意味着我们对海底的认识依然有限。千百年来默默发生在深海的地质活动能留下如此巨大的痕迹，而我们直到最近才稍稍解开谜底。不过对于喜欢阴谋论的人来说，科学的解释往往嫌不够刺激，他们宁愿相信那些孔洞是某种灾难前兆，或者干脆是外星人在海底凿洞安放了什么装置。在7月5日的末日传言中，有人就把这片海底孔洞和龙树亮梦中的爆炸场景联系起来，仿佛这里就是未来火山爆发的引信所在。正规科学家当然不支持这类说法，但这些巧合的存在确实让人不禁多想，大自然在海底写下的密码会不会正在释放着某种信号呢？我们再把视线移到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外海，在美国俄勒冈州外海约80公里远的海底，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泉眼，给它取了个颇有神话色彩的名字——皮提亚绿洲。这个泉眼不喷火山熔岩，也不冒黑烟，但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喷出温暖的淡水，着实令研究人员震惊。泉水温度比周围海水高出约9摄氏度，且含有独特的化学成分。更奇妙的是，探测结果显示，这些水很可能直接来自更深处的地壳断层带。没错，这个神秘泉眼正位于胡安德富卡板块隐没带附近，也就是恶名昭彰的卡斯卡蒂亚隐没带的一部分。要知道，卡斯卡蒂亚隐没带是一条长约1000公里的巨型断层，从北加州沿着太平洋西北海岸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这条断层平时沉默寡言，但一旦发威就是惊天动地的9级大地震。最近的一次正是在300多年前的1700年，那场地震引发的海啸越过浩瀚太平洋，扑向日本东北沿岸，成为当时日本史书中无人知其源的幽灵海啸。如今科学家警告，这条隐没带仍积蓄着庞大压力，迟早还会再度爆发。而眼下在皮提亚绿洲看到的这股温水喷泉，被推测正是断层带深处的海水受挤压渗出海底的出口。有人形容它就像给地球开了一个小放气阀，让深埋断层的液体喷薄而出。这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科学家解释说，这种泄压现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断层两侧板块的挤压，短期内未必带来危险。但也有人担心，液体渗出可能意味着板块界面的润滑状态改变，从而改写地震发生的模式。总之，皮提亚绿洲的发现证明了板块深处确实风云暗涌。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所谓预言中的超级海底火山，就算不相信灵异，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太平洋板块边缘如今的确进入了一个活跃而危险的时期。说到板块边缘的风险，我们回到西太平洋，日本学者早已对本国南部外海的一条断层带忧心忡忡，那就是南海海槽。它其实是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交界处的一系列俯冲海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隔100至200年，南海海槽就会来一次可怕的活动。上一次大动作是在1940年代中期，但那次还算分段破裂，并未一次释放全部能量。而日本官方的地震调查委员会推算，未来30年内在南海海槽发生矩阵级9级左右特大地震的概率高达80%以上。这个骇人的数字可不是凭空耸动，而是基于地质历史和现今观测推算出的结果。换句话说，日本几乎笃定在不久将来要面对一场超级大地震，只是无法确知确切的时间。这让不少人不由得将目光和那些末日预言对照起来。难道龙树亮预言的那一天正是这场注定要来的南海海槽大地震吗？除了地震，别忘了火山也是环太平洋地区巨大的威胁之一。就拿日本来说，富士山自从1707年宝永大喷发后就再未醒来，
但科学家监测到它的岩浆库压力正逐年升高，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在慢慢苏醒。而在菲律宾海板块更南方，硫磺岛一带的海底火山群近年来也呈现异常的隆起现象，那里的地面以惊人速度每年上升数十公分，有时短短几天，地壳就抬升10公分。这意味着地下岩浆正在拱动。我们可以想象，那些积蓄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点宣泄，或许就是预言中海底火山爆炸的真实原型。虽然无人能断言确切的时间表，但从科学角度看，环太平洋的火山带与断层带确实处处暗藏杀机。其实就在去年年初，我们亲眼见识过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的威力。2022年1月，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附近一座海底火山突然剧烈喷发，整个火山岛几乎被炸得灰飞烟灭。这次喷发释放的能量极其巨大，产生的大气压力波在全球绕行了数圈，日本和美国西岸的海平面也监测到了小幅但明显的海啸波动。所幸汤加附近人烟稀少，伤亡相对不多，但那震撼的一幕仍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海底火山完全可能在没有多少征兆的情况下，瞬间引发跨洋灾难。如果这种级别的爆炸发生在西太平洋人口稠密地带，后果可想而知，将是毁灭性的。因此，龙树亮梦中的情节并非绝无可能，只是谁也不愿看它成真。讨论未来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历史。毕竟许多末日般的场景在历史上都真实发生过，而前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让看几百年前的人们如何面对类似的浩劫。也许了解大自然过往的脾气，能让我们更从容地审视今天的预言。先说刚才提到的1700年神秘海啸，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那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场噩梦。在没有任何地震预兆的冬夜里，海浪突然袭向东北沿岸，村庄和农田被凶猛的浪头吞没，人们茫然无措，不知道这灾难从何而来。直到几百年后，地质学家们在太平洋另一头的北美西岸发现了真相。原来就在日本记录那场幽灵海啸的同一天，北美外海的卡斯卡迪亚断层发生了估计规模9级的大地震，漫长的隐没带瞬间断裂下沉，推起滔天巨浪，巨浪横跨整个太平洋，10小时后抵达日本海岸，造成严重破坏。后世研究者在北美沿岸发现了当年地震留下的鬼森林遗迹，沿海大片松林因地层骤降而被海水淹死的痕迹，也从原住民的洪水传说中找到了线索。由于1700年时北美尚无书面记录，这场地震的细节长久淹没在时间长河中，而日本人只看见波涛突袭却未觉地动，因此称之为幽灵或孤儿海啸。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透过树木年轮和跨洋对照，才将这离奇的拼图一一重合。我们由此得知，大洋彼岸的一次板块挣脱，可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伤及另一端的生灵。再看日本本土的历史，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也就是日本的元禄治保永年间，短短几年内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啧舌的天灾。一开始是1703年，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史称元禄大地震，摇晃和随后的海啸重创了当时的江户。今日东京一带大片房屋倒塌，成千上万人丧，人们还在余震中勉强度日。没想到4年后，1707年，噩梦再度降临。这年11月，九州到四国外海的南海海槽突然整段剧烈断裂，发生了规模8.6左右的巨大地震，也就是著名的宝永大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了广岛、高知等沿海城镇，灾情惨重。然而灾难还没结束，就在这次地震2个月后，日本的灵峰富士山猛烈喷发，火山灰覆盖了江户的天空。3灾连发，整个日本从关东到关西都笼罩在末世般的阴影下。那几年间，民间流传着末日将近的恐惧，不少人认为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天地神灵，只能诚心向神佛祈祷。后世地质学家分析，富士山的喷发很可能是受宝永地震影响被诱发的。剧烈地震改变了地壳压力的平衡，给沉睡的火山打了一剂强心针。我们由此看到，大地震与火山之间有时会相互牵连，形成连锁反应。一处板块的能量释放，
可能成为另一处喷发的导火索。事实上，类似的多重灾难并非仅存于远古，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过一些剧本杀般的灾难串联。比如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外海突发 9.1 级强震，引发印度洋大海啸，夺走了20多万条人命，让全世界为之震惊。2011年，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引发海啸，重创福岛。隔年2012年，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东海岸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飓风桑迪袭击，淹没纽约地铁。又过了一年，2013年，菲律宾遭到超强台风海燕的毁灭性打击。虽然这些灾难彼此未必有直接联系，但那几年全球接二连三的大灾难让很多人感叹仿佛末日将至。而在最近这几年，从新冠疫情到极端气候，再到火山地震频发，大家的神经更是绷得紧紧的。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和末日预言联想在一起。历史告诉我们，巨灾确实会不约而同的涌现，但也许只是巧合的循环。不过同时也警示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大自然突然翻脸的可能性。除了地质和历史的蛛丝马迹，人们还常常留意到灾难前动物和天空出现的奇异现象。古人常说，大震之前必有异象，于是将动物的反常和天象的怪异视为大自然的警钟。虽然科学未必完全认同，但这类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我们也来听听大自然是否真的会提前敲响警钟。在日本和台湾民间，有一种传说中的地震预报员——深海鱼。每当罕见的黄带鱼、樱花虾鱼等深海怪鱼频频现身潜水，甚至飘上岸时，人们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地牛要翻身了。相传1896年明治3鹿大海啸前，就有大量发光的神秘深海鱼涌向近岸，因此被称为地震鱼。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发生前的几个月，也有渔民接连捕获黄带鱼，结果后来真的出大事了。当然，科学研究尚未证实鱼类真能感知地震，但深海鱼上浮或搁浅往往代表海洋环境出现异变，或许与海底微震或化学改变相关，令人不得不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样的，海洋巨兽、鲸鱼和海豚的异常行为也被视作警讯之一。历史上多次记载大地震期鲸豚集体搁浅的事件，例如2011年3月，就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前不到1周，茨城海岸有数十条瓜头鲸一起冲上海滩搁浅，当时就引发不祥的猜测。没想到几天后，巨震与海啸成了残酷的验证。科学家推测，地壳压力释放前可能产生人类无法察觉的次声波或电磁变化，干扰了海洋动物的导航系统，使它们误入歧途。也许在鲸鱼敏锐的感官世界里，大地的轰鸣早已响起，只是我们人类还一无所觉。除了动物，天空本身也会给出某些奇特的信号。所谓地震光，就是在大地震前后天空中出现的怪异光辉。有人形容那像极光般的彩色光带在天边闪烁，也有人看到无缘无故的亮光划过夜空。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前，就有摄影机拍下远方天空出现诡异的彩云光束。2017年墨西哥大地震时，夜空中也有蓝绿色的幽光闪现。地震光的成因尚无定论，一种说法是地壳岩石在剧烈压挤时产生压电效应，释放电荷在大气中激发出辉光。不论原理如何，能亲眼目睹地震光的人，恐怕都处在极危险的震央附近。还有一类经常被讨论的是地震云。许多人相信，大地震前天上会出现形状异常的云朵，例如长条带状横亘天空，或云层呈现奇怪的漩涡形。一旦社群平台上有人分享怪云照片，底下总会有人留言要地震了。不过，气象学者多半对此存疑，因为云的形态受天气条件影响甚巨，难以证明与地壳活动有关。即便如此，在缺乏正式预警信息时，民众往往宁可信其有，不敢掉以轻心。有趣的是，1975年中国海城大地震前，当地就曾出现东蛇出洞、鸡飞狗跳等异象，加上地震云等观测，使政府下令紧急疏散，成功避免了重大伤亡。这成了动物异常预警地震的经典案例。只可惜，类似情况非常罕见，大多数时候，异象只能在事后被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怎样，当我们听到各种动物异常或天象异变的消息时，心里难免七上八下。
毕竟谁都不想错过任何一丝可能的预兆，尤其当关乎生死存亡。然而也要提醒自己，并非每次动物骚动都意味着地震，否则养条金鱼岂不是要天天提心吊胆？将信将疑也好，未雨绸缪也罢，这些来自自然的细微信号至少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对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永远没错。聊了这么多灾变预想图，不禁让人思索，如果真的发生超级地震或海啸，台湾和日本这两个邻近国家将各自面临怎样的境况？它们的地形、地质条件有何不同？灾害风险又有何差异？虽然同处西太平洋，两国的抗灾体制截然不同，我们不妨比较一番，看看能扛住大自然的重拳。首先从地质结构上看，日本处于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交汇的火热交界处。日本列岛东侧紧邻深邃的日本海沟和伊豆、小笠原海沟，太平洋板块在此俯冲，孕育了频繁的地震与火山活动。简单来说，日本的地底下就像踩在几个活跃的弹簧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弹跳。而台湾位处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带，造就了中央山脉那样高耸的山系。台湾东部外海也有隐没带、琉球海沟和马尼拉海沟的延伸段，但整体板块碰撞的形态和日本不同，台湾更像是板块挤压抬升的产物，地震多属于地壳内的断层活动。简而言之，日本容易发生超大型的板块界面强震，台湾则多为陆地断层型地震，能量规模略小一些。从历史记录来说，日本已知的最大地震达到瑞士 9.0， 例如2011年东北大地震，而台湾有记载以来最强的是1999年集集大地震，规模约 7.6。 9级巨震往往伴随毁天灭地的海啸，这在日本沿海是反复上演的悲剧。台湾虽四面环海，却因地形因素从未出现过100米巨浪吞噬全岛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台湾就能高枕无忧。历史上台湾临近海域也曾出现毁灭性的巨浪。1771年，琉球八重山群岛发生强震，并引发超高海啸，吞没了当地的村落。那次灾难距离台湾本岛不远，所幸没有直接冲击台湾，但邻近地区仍遭遇灭顶之灾。台湾东部海岸因紧邻山脉，地形陡峭，即使海啸打过来，能深入的平地有限。而日本许多沿海地区是平坦广阔的沿岸平原，一旦海啸越过防波堤，便能长驱直入内陆数公里，吞没大片城镇和农田。另外，如果震源发生在太平洋中央，如同龙树亮梦中的位置，海啸潮汐传播时会先被菲律宾群岛和琉球列岛部分阻挡，台湾本岛可能受地形庇护，冲击相对减弱。但日本东南沿海却是毫无屏障的直接暴露在巨浪之前，所承受的破坏力将更为惊人。火山方面的对比同样悬殊，日本全境有上百座活火山，著名的富士山、阿苏山、樱岛等等无不虎视眈眈。火山喷发所带来的火山灰、炽热碎屑、硫或泥流都是毁灭性的威胁。而台湾的火山相对较少且温和，目前明显的火山活动仅限于北部大屯火山群的地热喷气，东部海面的绿岛、兰屿一带也有小规模海底山作用。台湾本岛上一次火山喷发要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影响范围很小，因此如果谈两火灾难，对日本而言可能意味着本土火山的大规模喷发，而对台湾来说，更可能是远方火山喷发间接带来的影响，例如火山灰飘落或海底火山引发的海啸波及。此外，日本在防灾意识和设施上相对领先，毕竟他们常年与地震海啸为伍，经验丰富。日本沿海城市普遍建有高耸的海啸防波堤，定期举行防灾演练，居民也清楚地震一来要立即往高处避难。而台湾民众对大海啸的经验较少，多数人对海啸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画面上。所幸台湾这些年也建立了海啸预警机制，当太平洋某处发生强震时，中央气象局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居民撤离。不过实际上，台湾上一次受到显著海啸影响已是几十年前的事，多数年轻世代从未亲历过，因此一旦真有超级海啸来袭，台湾的应对可能相对生疏。总的来看，日本面对的风险更直接、更巨大，但相应的准备也更充分。
台湾风险略低一些，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毕竟自然灾害常常就是在人们以为安全时突然从天而降。讲了这么多，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7月5日真的会发生什么吗？预言与现实交错之际，我们该如何自处？这场风波最终会证明只是一场虚惊，还是人类文明即将面对的一次重创？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人类对地球的了解仍然有限。每一次大灾难降临前，总会出现一些细碎的异常征兆，但把它们串联起来，往往只有事后才能看得清。我们渴望预知未来，于是有了预言家、神秘梦境和种种理论，希望替我们拉响警报。有些预言似乎碰巧成真了，我们就对其顶礼膜拜，而更多的预言没有兑现，早已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然而从科学角度看，环太平洋地区确实存在所谓板块联动效应，地球犹如一个整体，各处板块边界的活动彼此牵引。当太平洋东岸的板块大动作时，西岸板块的平衡也可能被打破。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已发生多次9级巨震，从智利到阿拉斯加，从印尼到日本，每一次都仿佛在提醒我们，巨大的地壳应力正在四处传导。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何时倒下，只是时间问题。或许龙树亮的梦境正是他无意间捕捉到了这种板块脉动的共振，脑海里才浮现出如此具体而骇人的景象。距离预言中的7月5日已经越来越近了。理智上，我们并不相信届时会真的天崩地裂。台湾与日本的地震专家也一再澄清，目前没有异常迹象显示夏季必定发生巨灾，呼吁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不过他们同时强调，这些传言至少提醒了我们防灾的重要性。毕竟当那一天黎明到来时，难免还是有人心跳加速，默默祈祷，假如什么都没发生，我们最多也只是松一口气，一笑置之。但万一真的不幸言中，那将改写无数人的命运。我们能做的是在内心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不让自己陷入无谓的恐慌，另一方面也不要对自然的威力掉以轻心。最后，我想说，人类之所以伟大，不在于能避免灾难，而在于经历灾难后依然坚强地活下去。预言也好，科学也罢，都只是我们试图与大自然对话的方式。但大自然有自己的语言，天摇地动，风雨雷霆就是它的宣示。我们唯有心存敬畏，珍惜眼前人事，并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才能在风暴来临时立于不倒。说到防范，不妨趁现在检视一下家中是否备妥了手电筒、饮用水、干粮、急救药品等紧急用品，并熟悉逃生路线。一旦发生，这些小小的准备就可能救人一命。也许7月5日的太阳会像往常一样升起又落下，也许它将见证某个历史转折的时刻。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应珍惜每一个平安的日子，同时不忘抬头看看天色，低头听听地声。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敬畏自然者方得平安。让我们带着这份敬畏，静待时间揭晓7月5日的答案。2025年到底会发生什么？近年来，不少预言纷纷把这个年份描绘成多灾多难的一年。从古老文明的神秘传说到近代预言家的具体描述，似乎都在暗示那一年将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比如玛雅文明以精准历法著称，他们的长纪历在2012年结束时曾引发世界末日的恐慌。虽然后来世界并未毁灭，但有人提出这可能是我们对玛雅预言的误读。玛雅人相信时间是循环的，世界经历过多次创世与毁灭的轮回，传说地球已经有4个时代的文明被毁灭，如今的人类只是处在第5个时代的文明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玛雅历法的一个大周期结束后，或许并非立刻世界末日，而是进入新周期的过渡。而有阴谋论者进一步揣测，也许2012年并非真正的节点，真正的大灾难可能落在2025年前后。除了玛雅预言，近代著名的预言家也纷纷对2025年发出警告。16世纪法国的占星家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一书中记录了千百条预言。据传，他成功预言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法国大革命、希特勒的崛起，甚至据说还描述过1999年的恐怖大王降临。然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有人解读诺查丹马斯的诗句，发现他对2025年前后也有惊人的暗示。
诺查丹马斯提到，欧洲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新的大战将在欧洲爆发。他预言欧洲的势力将卷入一场残酷的战争，更可怕的是，古老的瘟疫也会同时爆发。战争与疫病双管齐下，欧洲将遭受比战争本身更严重的威胁，甚至会有一个帝国就此毁灭。听上去仿佛中世纪的黑死病和世界大战结合再现，而时间指向的正是2025年前后。难道在那一年，欧洲真的会成为世界灾难的中心？再看看20世纪末的神秘人物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已故的保加利亚盲人预言家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他曾准确预测苏联解体、911事件等重大历史转折。据说巴巴万加也对2025年有所预言，他警告说2025年将迎来全球性的剧烈地震和一场毁灭性的欧洲大战。也就是说，大自然与人类冲突双重危机都会在这一年爆发。传言中，他形容欧洲将陷入一场灾难性战争，导致欧洲大陆人口锐减，几乎变成一片空荡荡的土地。同时，世界各地的地质灾害频发，长期沉眠的火山突然喷发，美国等地也将遭遇更多毁灭性自然事件。据说，巴巴万加曾经提醒，一旦叙利亚的局势走向终结，东西方的大决战就要到来。如今叙利亚内战早已接近尾声，这番话让许多人不寒而栗地联想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巴巴万加的预言成真，那么2025年的人类可真要同时面对战火和天灾的严峻考验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现代预言家也把目光聚焦在2025年上。在日本，一位漫画家龙树亮因为在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中神奇预测了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而声名大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在书中还画出了2025年发生更大灾难的景象。日本近海不断冒泡，海面上出现2条巨龙翻腾，紧接着便是剧烈的地震和高达40米的超大海啸袭击沿岸，而这一切发生的日期被精确地标注为2025年7月5日清晨。如此具体的末日场景描述，让很多人不禁开始怀疑，难道真有什么超自然力量在通过梦境向我们发出警告？同样，印度有位被媒体称为神童占星师的少年阿南德，这些年也以大胆的全球预测引发关注。据报道，他曾预言2025年上半年在亚洲的南海区域会发生3件大事，首先是可能爆发区域冲突，其次是严重的天灾，再来是堪比种族灭绝的可怕事件。他依据占星推算认为，2024年底到2025年上半年，由于土星与月亮北交点的特定相会，水域相关的地区将出现灾难，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南海一带。这听起来相当玄乎，但凑巧的是，就在最近，日本权威专家也多次警告要防范南海海槽的大地震风险，认为未来30年日本发生特大地震的概率高达 80%。连台湾的地震专家也分析称，该区域未来发生8级以上强震，并引发毁灭性海啸的可能性极高。当民间预言与科学评估不谋而合时，不由得让人觉得背后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历史走向那个危险的年份。综合来看，从玛雅长老到欧洲先知，再到现代的各种灵媒、占星师，似乎大家都对2025年前后怀有强烈的不祥预感。有人也许会说，这些预言听多了无非是巧合与夸张，但历数过去，许多预言家却有过惊人的准确预测，这让我们不得不半信半疑地想，难道真的有什么规律或信息被这些不同时代不相干的人共同捕捉到了？又或者这只是人类集体对未来未知的恐惧投射？2025年很快就要到来，我们或许不用等太久就能知道这些预言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真有预示。然而在真正揭晓之前，我们不妨再深入探讨一下，在预言之外，科学和历史中是否也藏着某种对应的末日循环？预言家的话或许虚无缥缈，但地质学研究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科学家已经确认，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的灾变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物种大灭绝和环境巨变。过去的100多年里，地质学界对于灾变的态度发生了有趣的转变。
19世纪时，主流科学家坚信均变论，认为地球变化是缓慢而连续的，一切地质过程都像蜗牛爬行般渐进，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20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证据浮出水面，显示地球曾经历剧烈而快速的灾难，例如小行星撞击和超级火山喷发等。这些发现迫使科学家承认，灾变也是塑造地球历史的重要力量。可是，有些更加大胆的灾变理论却似乎被主流学界所忽视，甚至刻意冷淡，仿佛其中隐藏着不愿示人的秘密。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观点是地质灾变的周期性循环理论。简而言之，这种理论认为地球上的大灾难并非随机发生，而是以某种周期在重复上演，就像大自然设定的闹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一次。在这方面，地磁反转是经常被讨论的现象之一。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石，两极磁场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偶尔翻转，也就是南北磁极对调。科学家通过分析火山岩中的磁性物质，确定了地磁反转曾多次发生，最近的一次大约在78万年前，再往前还有多次。这些反转通常隔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才出现一次，不过也发现过短暂的地磁偏移事件，例如4万多年前曾发生过一次磁场剧烈减弱和变化的事件。有趣的是，每当地磁场发生大变化的地质时期，地球环境往往经历动荡，比如气候异常和生物的快速演替。有人猜想，地磁翻转可能与环境灾难相伴相生。想象一下，如果地球临时失去了磁场的保护，太阳和宇宙的有害射线将直扑地表，电网瘫痪，通讯中断，全球的生物都会受到强烈辐射的冲击。不过主流科学观点认为，地磁反转虽然会使磁场削弱，但并不会让地球瞬间失去屏障，大气层依然能挡住大部分辐射。因此，地磁倒转带来的影响也许没有灾难电影里演的那么夸张，只是对科技文明会造成一些麻烦。然而，在民间的末日理论中，地磁反转往往被渲染成世界末日的开端，天空会出现奇异的极光，大地迷失磁性的方向，接着地震、火山齐发，甚至地球自转都可能失衡。这些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当我们回顾地质史，的确不乏曾经发生巨大变革的痕迹。除了磁场翻转，更激进的循环灾变理论是所谓地壳翻转或地轴倾斜巨变。这种理论认为，地球表面的整个地壳会在某些时刻突然整体移动，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查尔斯·哈普古德曾提出地壳位移假说，他指出地球外层的地壳可能会偶尔松动滑动，相对地轴发生大幅位移。例如，现在的南极洲可能并不总是在地理南极的位置，如果地壳发生位移，原本温暖的大陆可能被一道极地瞬间冻结，而某些冰封之地则会移向温带解冻。哈普古德甚至找到一张16世纪土耳其海军上校绘制的皮瑞雷斯地图，上面清晰描绘了没有冰覆盖的南极海岸线。这张地图与现代科学家在南极冰层下探测出的海岸线形状惊人吻合，这让人怀疑远古时期南极或许不在现在的位置，曾经是温暖宜居的陆地。爱因斯坦当年也对哈普古德的理论颇感兴趣，还亲自为他的著作作序。然而，这种惊世骇俗的学说在当时并未被地质学界主流接受。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大陆板块移动是极其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像假说描述的那样在短时间内剧烈漂移。尽管如此，一些研究灾变循环的人继续发展了这些想法。其中一本广为人知的奇书名为《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据称作者曾是美军工程师。这本书在1965年出版后不久即被美国 CIA 列为禁书，直到50年后才解密公开。这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让很多阴谋论爱好者坚信书中一定揭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末日秘密。书中提出，每隔数千年，地球就会经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而元凶正是突然的地壳翻转。不同于地磁翻转那种无形的磁场变化，地壳翻转指的是地球表面的陆地、海洋和地壳整体突然移动位置。例如南北极可能在几小时之内移动到赤道，
原来的赤道地区被甩到2极，想象那将是何等震撼的场景。极夜与极昼瞬间转换，海洋被甩出盆地，形成铺天盖地的超级海啸，以每小时上千公里的速度横扫大陆，大气层和海水一起移动，引发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火山地震同时爆发，整颗星球就像被猛力摇晃的雪球，陷入连续6天的黑暗混乱。等到风暴平息时，南极冰盖和格陵兰的冰原已经跑到赤道附近绕地球一圈，大部分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只剩极少数幸存者退回茹毛饮血的时代。这听起来完全像是一部好莱坞末日大片的情节，但书的作者一本正经地表示，这不是虚构小说，而是对下一次地球浩劫场景的科学推演。他的语气笃定得让人心里发毛。虽然主流科学家对这种急速地壳翻转理论大都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地壳运动需要以100万年计的时尺度，但也有学者提出折中的可能，也许并非整个地壳乱跑，而是地轴倾斜度会发生变化或极移，引起连锁反应。无论如何，地质学界普遍承认地球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短期内巨变的证据，例如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气候突然从冰河期转向温暖，海平面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上升了数十米，淹没了沿海大片土地。这正是上个冰期结束的时期，学界称之为新仙女木事件。有人猜测是彗星碎片撞击导致了当时的巨变。不管触发机制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地球会不时地清零一下进度条，可能是几十万年一遇的天体撞击，可能是几万年一次的冰期更替，也可能是几千年一次的火山超级喷发。当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地质时间尺度，人类文明不过是沧海一粟。这样想来，各种周期性的末日理论虽然听起来惊悚，但并非全无依据。倘若地球真有个重启按钮，每隔一段时间就按下让文明归零，那么预言家们所谓的2025年灾难很可能只是他们对这一自然周期的敏感察觉，而科学家们或许早已在地质记录中读出了端倪，只是一直谨慎的没有明确宣扬这种可怕的循环。如果地球真的经历过多次文明大清洗，那么人类历史和传说中应该留有一些蛛丝马迹。许多古老文明都流传着大洪水和大毁灭的故事，这些传说会不会就是对上一次灾难的模糊记忆？让我们盘点几个著名的例子：亚特兰蒂斯、苏美尔以及其他文明的神秘崩溃。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传说中高度发达却突然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这个名字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他描述了一块富饶的大陆，有着先进的文明和宏伟的城市，但在一次可怕的灾难中，这块大陆在1天1夜之间沉入了大海。亚特兰蒂斯故事被认为是神话，但也有不少人深信这是真实的史前文明记录，只不过关于它的证据随着它的沉没一起埋入海底。令人玩味的是，柏拉图提到亚特兰蒂斯覆灭的时间大约是在9000多年前，换算到今天约11500年前，这几乎和上一次冰河期结束的时间吻合。在那个年代，地球经历了剧烈的气候变迁，冰川消融，海平面快速上升。科学发现表明，大约12000年前，海水吞没了沿海的土地，不少低洼岛屿消失在汪洋中。如果真的存在过一个史前海洋文明，在那次大洪水中覆灭，也并非不可能。有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的近海水下发现一些可疑的遗迹，例如在地中海、西班牙附近、小亚细亚沿岸都有被淤泥覆盖的古城迹象。在日本与台湾之间的海域以及印度西海岸的海底，也发现了类似人工构造般的巨石遗迹。这些发现往往被官方解释为天然形成，但爱好者们则津津乐道地将其与亚特兰蒂斯联系起来。更有甚者，如前文提到的学者哈普古德和作家葛瑞姆·汉卡克推测，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可能就在如今冰封的南极洲之下。因为如果地壳位移发生过，南极洲曾经位于温暖纬度，那么在那里孕育文明，并在巨变中冰封，也是符合逻辑的。虽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不能不说这是个极具想象力的解释。再说苏美尔文明，
这是历史上公认的人类最早文明之一，大约出现在6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建立了城市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记载了一场毁灭世界的洪水，主角乌塔纳匹什提姆造香洲幸存。让人惊讶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考古挖掘中，确实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一层洪水沉积物，证实当地曾发生过严重泛滥。这让不少人联想到苏美尔的洪水传说可能有真实事件为基础，而按照某些灾变周期理论推算，距今5、6千年前正是上一次较小型全球灾难的时间。有学者如禅托马斯就认为，约6500年前曾发生过地轴轻微翻转或地壳变动，引发大洪水。如果那次灾难波及全球，那么古埃及、苏美尔、印度和文明的洪水神话都可以看作是对同一事件的记忆。也就是说，苏美尔文明可能不是凭空消失，而是在洪水灾难后元气大伤，被后来的阿卡德人所取代。甚至有人猜测，苏美尔的出现本身就是在上一轮文明毁灭后的重建，就像洪水之后重新播下的种子。除了亚特兰蒂斯和苏美尔，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古文明的突然衰落，比如南亚的摩亨、佐达罗等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突然灭亡。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气候巨变所致，但也有离奇的理论，称那里发现了类似原子弹爆炸后的遗迹，暗示当时发生了可怕的灾难或战争。再比如，美洲的玛雅文明在公元9世纪迅速崩溃，从繁荣的城邦时代突然陷入荒芜。科学调查发现，当时中美洲经历了数十年的严重干旱，可能是导致玛雅文明崩溃的主要原因。气候的剧烈变化就像死神的镰刀，瞬间割断了文明的命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罗马帝国的灭亡伴随着饥荒和瘟疫，明朝崩溃前，中国也遭遇了小冰期导致的连年饥荒和瘟疫横行。历史学家往往从社会内部因素解释文明的兴衰，但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难怪有一种假说认为，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一场清洗式的打击，让过于膨胀的人类重新谦卑下来。这听起来有点宿命论的意味，却与世界各地的神话不谋而合。众神一次又一次毁灭人类，再重新塑造新人类。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玛雅和阿兹特克等中美洲文明的宇宙观，他们认为人类世界经历了多次创造与毁灭的循环。阿兹特克神话中有5个太阳的传说，前面4个太阳时代的人类分别因为洪水、火灾、风暴和猛兽而毁灭。如今我们活在第5个太阳时代。据玛雅的记载，前几个时代可能对应根达亚、美索不达米亚、穆里亚和亚特兰蒂斯4次文明。例如，据一些未证实的传闻，第一文明根达亚文明据说出现在距今3亿年前，当时的人身高只有1米左右，却拥有第3只眼和超能力，最终被一场全球洪水所灭。第2次文明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说由上一代幸存者迁居南极所建立，后来不知所终。第3次是穆里亚文明，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姆大陆或利莫里亚文明，他们位于太平洋中的岛屿上，最后岛屿下沉入海。第4次文明便是亚特兰蒂斯，离我们最近也最有名，传说他们和穆里亚文明还有过大战，最后亚特兰蒂斯在大地震中沉没。这些听起来更像神话小说的故事，自然无从考证。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和各地神话的大洪水、沉岛传说可以对应上，而时间跨度又远超现代考古所认知的人类文明史。要么这些都是后世杜撰的奇幻传说，要么就暗示着在人类已知历史之前，还曾有过辉煌的文明被彻底抹去，连考古学家都几乎找不到痕迹。如果真是后者，那么地球文明的确可能已经多次轮回，我们现在不过是又一次轮回中的文明而已。一旦大灾降临，我们引以为傲的高楼和科技，也许会和亚特兰蒂斯的水晶神庙一样烟消云散，留给下一个文明去当传说评说。谈了这么多古老的传说和理论，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当下，有没有什么现今存在的危险迹象，让这些末日预测听上去不只是捕风捉影，
环顾我们周围，地球的气候与环境正在发生快速而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更多是由人类活动引起，但它们本身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风险，甚至加剧自然灾变的威力。首先是全球气候变暖。过去1个多世纪，地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冰川和2级冰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的冰层加速崩解，海平面逐年上升。如果格陵兰和南极的陆地冰大规模滑入海洋，海平面将在短时间内暴涨，沿海的大城市都会被淹没。这可不是什么上古传说，而是实实在在被观测到的趋势。科学家警告说，本世纪内海平面可能上升数米，将上亿人口赶离海岸线。而更可怕的是，如果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南极冰盖整体失稳，那就几乎相当于现代版的大洪水降临人间。别忘了，人类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几乎都沿海而建，一旦海洋倒灌，这对文明的打击程度不会逊色于任何古代神话中的灭世洪水。气候变化还带来了极端天气的频发。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创纪录的热浪、超强台风、毁灭性洪水和野火肆虐各大洲。高温干旱引发粮食减产、森林大火，过于温暖的海洋滋养出前所未有威力的飓风和台风。大气环流的不稳定让某些地区洪水泛滥成灾，另一些地区却持续干旱沙化。有人把这一系列现象称为气候危机或者人造末日的前奏。虽然这是人类自身行为酿成的苦果，但自然可不会顾念我们的后悔。当气候系统被推向临界点，可能会发生所谓临界跃迁，比如亚马逊雨林大面积枯死、永久冻土融化、释放海量温室气体、海洋洋流停滞等等。一旦这些临界点被触发，气候将急剧跳变到全新的极端状态，届时人类将手足无措。想象一下，如果北大西洋暖流停止，欧洲可能在几十年内重新进入小冰期。如果西伯利亚永冻土融化，释放出埋藏的钾，全球升温将愈发失控，热带地区可能变得无法居住。如果南极冰崩导致海平面急升，那么今日的纽约、上海、东京都将变成传说中的海底之城。如此种种场景，无需超自然力干预，光靠我们当前的环境趋势就足以实现，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除了气候、地质环境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现代科技能够侦测火山和地震的活动，但仍无法阻止灾害发生。环顾全球，有几座超级火山让科学家特别忧虑，例如美国黄石火山、意大利坎皮佛莱格瑞火山等。黄石火山过去曾多次喷发，每次都在地质史上留下灭绝性的痕迹。最近的一次黄石超级喷发距今约64万年，而统计显示，这样的喷发平均每隔60万年至70万年会发生一次。这意味着黄石似乎已经进入了超期服役状态。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它何时爆发，但万一就在不久的将来重演，其威力将远超普通火山。数千立方公里的火山灰会被抛向平流层，遮天蔽日，造成全球气温骤降，农作物连年绝收，引发全球性的饥荒和动荡。那情景就像圣经启示录里描述的，太阳变暗，空气中充满硫磺和烟雾，人们在黑暗中哀嚎。难怪有人把黄石称为地球的定时炸弹，我们只能祈祷它继续沉睡。不过科学家也做好了监测准备，一旦它有风吹草动，可能会提前疏散周边居民。然而对于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我们来说，超级火山一旦爆发，影响是全球性的，谁也无法真正幸免。再看地震方面，虽然人类历史从未记录过全球同时大地震的情况，但地区性的巨大地震近年来似乎不减反增。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接连发生了几次震惊世界的大震灾难，印度洋93级海啸地震、汶川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等等。科学研究表明，地震有簇集效应，板块运动可能在某段时期内积累压力，然后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引发多次强震。当今全球人口比古代稠密太多，一次大地震就足以导致数万人乃至几十万人丧生。如果预言中的灾难要实现，地震绝对是热门候选。就拿前面提到的日本南海海槽来说，历史上平均每100多年就发生一次巨震，上一次是1944年，
现在应力又累积了将近80年。地震学家估计未来几十年内，那里发生巨震级9级左右地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一旦发生，将引发10多米高的海啸冲击日本太平洋沿岸，甚至波及台湾和东南亚海域。如果在2025年前后应验，难免让人浮想联翩，预言成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灰天鹅事件值得一提，比如小行星撞击和太阳风暴。小行星撞击看似几率极低，但历史上恐龙就是毁于6000万年前的一次撞击。现代天文学家持续监测近地小行星轨道，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会在2025年撞击地球的大天体。然而，就在2021年，一颗直径约100多米的小行星在仅距离地球2000公里的地方擦肩而过，事先毫无预警，人类直到它飞走后才发现它来过。这说明我们的天空警戒网并非万无一失，如果真有天外来客冲着我们来，未必能提前知道。诺查丹马斯的信徒就认为他隐晦地提到了命运之星接近地球，或许暗指某个年份会有陨石坠落的大事件。虽然具体年份无从稽考，但他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令人紧张的2025年前后。至于太阳风暴，别忘了我们的文明对电力和网络的依赖。太阳每隔11年左右进入活动高峰，会喷射出巨大的高能粒子流。绝大多数时候，地球磁场帮我们挡下了这些太阳喷嚏，但偶尔巨大的太阳风暴还是可能冲击地球，造成电离层扰动。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记录是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当时强磁暴导致电报线路着火。如果类似规模甚至更强的太阳风暴袭击现代社会，高压变压器、电网、卫星导航、通信系统都可能严重受损，大范围停电和通讯中断将发生。想象大城市在长时间断电后会怎样，恐怕社会秩序难以维持。令人担忧的是，下一次太阳活动极大期正是2025年前后。美国太空局 NASA 已多次提醒，需防范强太阳风暴对现代基础设施的冲击。虽然这不是世界末日，但若城市黑暗3日，人们看不到手机信号和 WiFi， 恐怕也够引发不少混乱了。巧合也好，冥冥中自有其事也罢，许多潜在风险偏偏聚集在这个时期，不由得不让人提高警惕。当我们将预言、地质循环、历史教训和现实风险串联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逐渐浮现。这也难怪各种末日论、阴谋论应运而生。在这些观点看来，人类正站在新一轮文明清洗的前夜，而某些掌握更多信息的权威机构和精英阶层早已洞悉了真相，却对公众隐瞒了至少1个世纪。阴谋论者首先质疑的是科学界和政府对于史前文明和灾变线索的态度。他们认为，许多证据其实已经证明，在人类已知历史之前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但这些证据被主流学者有意忽视甚至封存。比如对于亚特兰蒂斯、水下遗迹、巨型古石结构的发现，总有官方声音出来辟谣，为天然形成或普通遗迹。然而民间研究者反问，难道遍布全球的金字塔和巨石阵背后没有更古老文明知识传播的影子吗？就连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也有争议。部分地质学家指出，狮身人面像身上有水蚀痕迹，推测它可能建于1万年前的湿润气候时期，这远早于公认的埃及文明年代。但这个观点遭到考古权威的激烈反对。阴谋论据此揣测，考古学界是不愿承认有比他们认定的更早的文明存在，否则教科书都要改写，于是宁可打压这种不同声音。换句话说，前4次文明大清洗的证据也许就藏在我们脚下的沙土中，只是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更大胆的推测是，政府和科学机构其实掌握了关于下次灾难时间和规模的机密信息，只是对平民三缄其口，自己则悄悄做好准备。有人举出的例子包括全球各国争相在偏远地区建立地下掩体和种子库，比如挪威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号称为了保存地球生物多样性而建的末日种子库，就坐落在北极圈的荒凉山体内，能够抵御核爆和地震洪水。这个种子库于2008年投入使用，正好是在21世纪初末日论盛行的时候完成的。巧合吗？还有美国投入巨资在科罗拉多的山体中改造超级防空洞，
以及各国富豪纷纷购买山顶庄园或地下掩体。这些行为在阴谋论者眼里都是末日将近的风向标。精英们早就知情，并在为全局性的灾难保存火种和铺好后路。只有普罗大众被蒙在鼓里，最后关头自生自灭。回顾前文提到的被 CIA 禁封的那本《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在阴谋论界，它几乎成了官方隐瞒末日真相的铁证。大家想象一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何必对一本看似荒诞的末日小说下禁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书中说中了什么不该公开的秘密。结果 CIA 将这本只有区区几百页的小册子列为机密50年，解密后内容被大量涂黑删减，只剩残缺的几十页。这个举动反而更加深了大众的疑虑。书中预测的下一次灾难时间是不是刚好对应当下的时代？会不会就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一些网传版本甚至断言，作者原本推算人类文明只能撑到21世纪20年代末。如果属实，岂不是和2025年末日不谋而合？虽然官方没有公开任何这方面细节，但不妨大胆猜测一下，也许精英集团掌握的内部研报早就指出地球资源枯竭、气候崩坏或周期性灾变将引发全球性的危机年份。他们当然不会把大众置于恐慌之中，只会暗中协调各国备战备荒。试想，若真有小行星将撞击地球或者超级火山即将喷发的确凿情报，政府会第一时间告诉人民吗？恐怕只会悄悄通知相关部门，准备救援和维稳罢了。阴谋论者甚至把现实中的一些社会现象也解读为末日前兆被故意掩盖的证据。例如，全球各地近年监测到的磁场异常、动物迁徙紊乱等，本可能是地球大变局的早期讯号，但官方往往轻描淡写地解释为正常波动。一些科学论文提到，地磁场近200年来减弱了约 10%， 并在大西洋南部出现了神秘的南大西洋异常区，卫星经过那里时，电子设备会受到干扰。这样的消息让末日论者兴奋不已，认为这是磁极翻转即将到来的征兆。然而，主流科学家则安抚说，磁场变化有波动，不见得就是要翻转。到底是科学家过于乐观，还是有所隐瞒？相信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解读。再比如，不知大家是否听过一个叫启示录工程的传闻？网上有传言称，某些超级大国的政府在秘密修建巨大的地下生存基地，配备食物、武器和先进设备，以确保在全球毁灭性灾难下，领导人和少数人能够生存并延续文明火种。美国传说中的51区基地、挪威的种子库、瑞士和俄罗斯的大型地下要塞都被列为此类计划的一部分。当然，这些说法缺乏确凿证据，多数只是小说和电影题材的翻版。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阴谋，是因为历史上确实有政府隐瞒真相的先例。20世纪70年代冷战高峰时期，美国政府就曾秘而不宣地在各大城市下方建防核掩体，甚至连国会议员都不全知情，直到几十年后才被媒体曝光。因此，当有人说某某政府已经在为全球灾变做准备时，普通老百姓往往也无法完全置之一笑，总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然，也要看到另一面，有时候阴谋论大行其道，恰恰说明我们人类对自身脆弱性的焦虑，相信真相被隐藏，反而比相信无人知晓未来更让人有安全感。因为至少在阴谋论的叙事里，有人掌控全局，有计划地面对危机。相反，如果真的什么阴谋都没有，那可能更可怕，意味着我们整体对未来的灾难是无准备的。因此，许多人宁可信其有，相信背后有高人运筹帷幄，也好过觉得自己是一只在风暴前茫然的蚂蚁。面对以上横跨预言、科学、历史、现实的种种信息，我们不禁要问，2025年究竟会不会是文明的终点站？亦或这一切只是我们人类丰富想象力所构建的宏大叙事，一场巧合与误读交织的虚惊？或许答案要等到那个年份真正到来才能揭晓。历史上类似的末日预言其实屡见不鲜，比如千禧年之际，大大小小所谓世界末日的日子，我们早已过了不少次，每一次最终都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每一次虚惊之中，
又往往推动着人类去反思我们的文明与生存状态。当年2012年的玛雅日历末日论引发了全球范围对环境、天文和古文明的兴趣热潮，这未尝不是好事。如今2025年被这么多传言所缠绕，我们大可以将信将疑，但也可以以此为契机，更认真地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也许预言家并非真的看到未来，而是我们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读出了内心的恐惧和期望。也许地质灾变循环并没有严格的钟摆节奏，但正如俗语所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相似。文明的发展总会遭遇挑战，与其纠结末日是否在2025年，不如问问自己，如果明天真的一切归零，我们是否无怨无悔地度过了人生？这一想，倒是能给浮躁的生活增添一份珍惜当下的意味呢。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未雨绸缪，而非坐以待毙。就算没有超自然的毁灭性灾难，人类目前面临的气候变迁、生态危机、地缘冲突等等问题也足够严峻，处理不好同样可能让我们陷入全球性的危机。换而言之，世界末日并非只有小行星撞击或地壳翻转那样的戏剧性形式，它完全可能以一场持续的环境恶化或全球体系崩溃的方式慢慢铺开，而我们就在其中却浑然不觉。因此，把末日预言当作警钟，督促我们更谨慎地对待地球，对待彼此，或许才是最有意义的解读方式。总而言之，2025年会不会发生大灾难？这个问题的答案尚埋藏在时间的迷雾中。所有预言、理论、传说、织就的图景，既令人心惊，又引人入胜。它就像一个荒诞却发人深省的故事，把我们带入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故事的结局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当2025年真的来临时，希望我们迎接它的方式是既保持一颗警觉之心，又怀抱一种幽默感。正所谓，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我们不妨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但也不要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毕竟，无论未来几多年月光景，太阳每天仍会照常升起，生命也自会寻找出路。如果真的到了传说中的文明轮回时刻，那就让我们见证历史，携手同行。如果2025年安然度过，那就哈哈一笑，将这些末日预言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怎样，人类对于末日的想象永远是为了更好的求生。让我们带着对未知的敬畏，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新年吧。2025年也许并不是什么世界尽头，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翻过这一页，我们终将在历史的长卷中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生生不息。这正是文明最迷人的地方。